上一世，楚离为了爱情嫁给了一穷二百的宋耀华，可婚后，宋耀华却骗走了他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就连他的工作也被小姑子抢走，直到他失去了利用价值，渣男便设计让他死在了生产的手术台上。再次睁眼，他重生到小姑子抢走工作这天。耀华，你看看他，还真的当自己是大小姐呢。咱家没嫌弃他资本家小姐身份，愿意接纳他，他不得对咱们感恩，把工作让出来给你妹妹吗？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听到外面的骂骂咧咧声，楚离思索眼下的情况时，脑子里飞快地涌入各种信息。简单的说，我不仅穿越了，而且代替这具身体的原主人重生了。上一世，原主的父母被清算，为了保全原主，给他定了一门靠谱的婚事。结果原主嫌弃那位和他订婚的军官是农村出身，再加上在最穷的海岛当兵，便拒绝嫁过去。可他没想到，作为孤女的原主很快被渣男盯上，渣男不仅哄走了她的家产，还故意买通医生让她难产而死。原主的灵魂在世间飘荡了几十年，期间做了不少好事，终于得了重生的机会。结果楚离就先一步穿越过来，抢占了这个身体。既然是老天的安排，你便代替我活下去吧。对比我自己，你更适合替我复仇。对不起，我没想着抢占你的身体，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除了收拾这一家子，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帮我照顾好我的父母，代我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一晨哥，如果能嫁给他最好。一晨哥正是被原主一开始嫌弃的那位兵哥哥霍一晨，原主的父母被清算到海底农场，这位兵哥哥一直偷偷的照看他们。若不是霍一晨，原主的父母不会撑到那一天，所以此时原主想要报答这位兵哥哥。好，我答应你。接着便听到了敲门声。雷里，你先别生气，给我开下门，有啥事儿咱们好好聊聊。楚离知道自己不开门，外面的聒噪声停不下来，于是他将门打开。雷里，有话咱们好好说，好好商量，别生气好吗？宋耀华，我和你们家没什么好商量的。雷里，你还为这件事生气呢？我们家这不是也没办法吗？要是你不让出工作，我妹妹就得下乡，下乡多苦你也听说过，你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下乡指标，没工作了以后还有我，再过1个月咱们就能结婚了，到时候我可以养着你。宋耀华，就你拿1个月10几块的工资，你还有脸说养我？被楚离这样一激嘲，宋耀华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雷里，你也知道你资本家小姐的身份，我父母一直不同意咱们在一起，如果你不让出工作，害我妹妹下乡了，我父母肯定会对你有芥蒂，到时候指不定不同意我把你娶回去。呸，一家子脸大的玩意，别来我跟前恶心我。他说着将人从他的房间里扔了出去。楚离，你个小贱蹄子，你竟然敢对我儿子动手！你别以为你还是之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资本家的杂种，我们老宋家真给你脸了，你竟然这样不识抬举！楚离听到蒋红英的聒噪声，不耐烦地对着这老妖婆的脸就是一个大逼斗。闭嘴，不知道你很吵。楚离，你别太过分了，竟然对我妈动手，我妈好歹是你的长辈吧，平时你摆高姿态也就算了，这一次竟然对我妈动手。楚离接着就是一脚朝宋雪梅踹了过去，他的武力值让宋家人不敢再轻举妄动。楚离，你还把我这个未来婆婆放在眼里吗？你这一次不把工作让给雪梅，不给我们跪下来道歉，老娘我是不可能松口让你嫁到我们宋家来的。楚离被自己儿子哄得团团转，对他死心塌地，只要我咬准了这件事，楚离就不得不答应我的要求。对，楚离，你今天不给我们好好的赔礼道歉，我们宋家不会承认你的，我才不要这样狂妄没教养的大嫂。是当姑奶奶想进你们宋家的门呢，真把自己当香饽饽了。今天正好把话说清楚了，婚姑奶奶给退了，现在你们赶紧收拾收拾，给姑奶奶我从家里滚出去。见楚离这一次似乎是来真的，蒋红英立马对着宋耀华使了一个眼色。宋耀华唱着白脸，雷里，这一次是我妈他们的做法可能有些欠妥，你不要生气，下个月咱们就结婚了，现在哪能置气说退婚这种话，你们赶紧给黎黎道歉。黎黎，方才我说话确实重了点，但是我也就是气头上嘴巴没把门，你别和我一个做长辈的计较。你现在既然和耀华的订婚了，这都订了婚的，哪能说退就退的？嘴上说着道歉的话，但是蒋红英却在心里想着，等楚离过门了，一定要将今天的憋屈给讨要回来。定了又咋样？结婚了还能离呢？看来姑奶奶说人话你们听不懂，是你们自己滚出去，还是姑奶奶将你们扔出去？雷里，他们都道歉了，你有必要揪着不放吗？楚离没给宋耀华多说话的机会，直接将他们的东西拎了出来。宋家人想要上前阻拦，上去了就被楚离一个大逼斗抽了过去。这时候楚离看到宋雪梅脖子上挂着的圆形玉佩，一把扯了下来。既然是原主的东西，自然不能便宜了这贱人。另外这块玉佩蕴藏着大用处呢。楚离，你这个贱人，这是我的玉佩，你还给我。楚离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借你时间久了，你还真的当成自己的了。不给宋家人赖上的机会，楚离便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他拿着抢回来的玉佩进屋，对着手指头就直接一口咬了下去，随着鲜血滴在玉佩上。等下一秒钟，楚离便出现在了玉佩空间内，空间内是一边无际的黑土地，旁边还有一口井。他当即捧了一口灵泉喝进肚子里，顿时觉得自己的体力得到了急速的恢复。他按照原主的记忆进了四合院的地下密室，地下室里面堆放着整箱整箱的宝贝，这些箱子里好几箱堆着的都是成箱成箱的小黄鱼，还有好几箱子的珠宝首饰、古董物件，一
为体积比较大，大概有个10几20箱子。再就是书画、孤本书籍，这些也都是宝贝有价值的珍藏品，同样有几10箱。除了这些，还有珍稀的药材、100年份的人参、灵芝、鹿茸。地下室的这些宝贝楚离全部都收进了空间。若是按照原主的请求，嫁给霍一晨，便能留在海岛，方便照看到原主的父母。此时的海岛物资十分匮乏，所以在去海岛之前，必须得在京市这边多囤点物资带过去，防止很多东西买不到。吃饱喝足后的楚离晚上一个人睡得香甜，相比他这边的滋润和自在，宋家这边就遭罪了。一家5口人挤在20多平的筒子楼里，一家人苦不堪言。耀华，楚离那边你可得早点搞定，不然咱家这日子没法过啊。好，妈，我明天就去找他说说看。第二天一早，楚离按照原主的记忆来到黑市，找到了京市黑市最大的一个倒卖头虎爷，从他这边购买了几千斤物资。趁着没人时，楚离将这些美食物资都收进空间。忙了一天，楚离刚到家门口，便见到蹲守在他家墙角的宋耀华。雷里，你现在的气消了点没？这一天没见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一个女孩子一个人住，万一被人盯上遇到危险了咋办？咱们有话好好说。我爸妈说了，这工作不让出来便是，之前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大家都别为一点点小事计较好吗？看着冲到自己跟前的宋耀华，楚离抬腿就是一脚。宋耀华，看来姑奶奶说的话你是没放在眼里。姑奶奶说了和你退婚了，你要是再敢我跟前凑，姑奶奶打断你的狗腿。宋耀华还想说什么，便见楚离直接对着他又是一脚。这次姑奶奶收着力道，没踩断你的腿，但是宋耀华，你别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下回我可真的不会手下留情了。楚离身上表现出来的狠厉，这才让宋耀华感到害怕了。也从楚离冷漠的眼神中，宋耀华感觉到现在的楚离对他没了半分爱意。女人晚上偷偷潜入渣男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收入空间，再将伪造勾结岛国人的书信和无线机塞进了抽屉里，只因渣男一家为吃绝户，竟让几个小混混去玷污女人的清白。半夜时分，熟睡中的楚离听到了外面的细微动静，这是有人摸进院子了，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个人。这几个小混混一进楚离的屋子，每人头上瞬间挨了一棍子晕了过去。说，你们今晚摸来姑奶奶家想做什么的？姑奶奶，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招惹冲撞了您，但是也不能完全怪小的们，小的们也是被人坑了。几个小混混说着，便将宋耀国指使他们的事情说了出来。呵呵，这几天忙着囤物资，宋家人的事情先放在一边，让他们多活几天。没想到他们这就迫不及待地打上我的主意了。宋家人既然上赶着送死，自然得满足他们。姑奶奶，您饶了我们吧，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放了你们，你们几个蠢货想什么美事呢？明天都给我去公安投案，老实的交代你们做的事情。几个小混混见楚离让他们投案自首，自然不同意。放心，你们只是接受唆使，没对我造成伤害，就算处罚也顶多关进去1、2个月，造成不了伤害。但是你们不老实按照我说的做。楚离话没往下说，而是直接给这几人嘴里一人塞了一片药丸。姑奶奶，您给我们吃了什么？毒药。等你们好好自首了，姑奶奶自然给你们解药。但是你们不愿意老实交代的话，就给姑奶奶等死吧。宋家这边原本一家人早起等着好消息，没想到等来了的是公安带走他们盘查审问。此时的楚离已经在黑市淘了一台无线电机，想着把特务的名头扣在这一家子身上。想要对付人渣一家，绝对得将他们往死里弄，一次性不给他们锤死了，便是给他们留了继续蹦跶的机会，将这一家子全部锤死，也就对不起原主。他这边刚回家，便见到找上门来的鼠鼠同志。鼠鼠同志，是你们这边的调查有结果了吗？小混混交代的指使者宋家人拒不承认，再加上只有小混混的口头指证，没别的证明，所以只能先将他们放了。楚离听到公安这边说明的调查处置结果，对于这样的情况他早就预料了，所以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面上楚离却皱起来了眉头。楚离同志，你是对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处理结果不满意吗？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和我们提出来。鼠鼠同志，我觉得那几个小混混对宋耀国他们的指控都是真的，毕竟那一家人和他们无冤无仇，指控谁不行偏偏指控他们，而且那一家人正好也有毁了我的作案动机，我担心这一次不能惩治他们，下回我的人身安全没办法得到保障。楚离同志，那你能和我们说一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作案动机吗？如果我们何时候能对上这件事，我们公安再安排，看看能不能深入挖出点线索来。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鼠鼠同志，你们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我和宋耀华同志之前订过婚，之前他们家也住在我家这边，我之前不小心发现了他们家好像是和岛国人联系上了，他们说的竟然还是岛国语。后来我担心他们一家如果真的是岛国的特务，做伤害咱们华国利益的事情，我不得受牵连吗？所以前天我就将他们一家都赶出去了。我担心这一家人可能是感觉到了我可能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所以想着毁了我，灭我的口呢。在这个年代的华国，特务可能算是高敏感的话题了。楚离现在提出宋耀国一家可能是特务，
他们公安这边当即重视起来。楚离同志，你说的都是属实吗？你确定他们之前和岛国人联系过？对，属同志，我之前不小心发现他们躲在屋子里对外发电报，等我后来再去找时，已经找不到他们的无线电机，加上我没其他的证据，当时也没办法举报他们，只想到和他们撇清关系，但是谁知道他们竟然想对我下手。楚离同志，这样我们先安排2名公安同志晚上守在你家附近，保护你的安全。至于宋耀华一家那边，我们会安排同志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属同志，那一家子警觉得很，我建议你们尽量不要打草惊蛇，先暗中观察比较好。楚离同志，放心吧，我们会先暗中调查的。公安同志说完这些便先回去了。呵呵，宋家人的好日子快来了。公安这边按照对楚离的承诺，特意安排了2名同志埋伏在楚离家附近。楚离自然不着急这时候出手，他先进了一趟空间，用意念将蔬菜和瓜果种子种上，然后喝了点灵泉水，才从家出发。他特意避开了2名公安的注意，进了宋家屋子里。楚离先将伪造勾结岛国人的书信塞进了抽屉里，随后利用无线电机特意发送了几封电报出去。而此时京市公安这边截获了几封加密电报，很快京市公安这边便行动起来，连夜从宋耀华家搜出来了写着岛国语的信件和一台无线电机。公安同志，今天我们不都说清楚了吗？那几人真的不是我们指使伤害楚离的，现在咋还来抓我们啊？这一次来抓你们和早上带你们调查不是因为同一件事，鉴于从你们家搜出来的证物，我们公安有理由怀疑你们一家人是岛国的特务。公安这话说完，宋耀华一家更懵了。公安同志，误会啊，肯定有什么误会，我们咋可能是特务呢？是啊，公安同志，你们肯定是哪里弄错了，我们绝对不可能是特务的。呵呵，人证物证都有，可容不得你们狡辩，带走。秦斌先单独审问的是蒋红英，见他不愿意认，他便冷嗤道：这事儿不是你们不想认就不认的。根据楚离同志提供的口供，他之前就发现过你们对待传递情报，这一次你们指使人伤害他，就是故意让他守住你们秘密的，对吧？没有啊，公安同志，我们没有，是楚离那件蹄子冤枉我们的。我就说公安咋好好的说我们是特务，原来是被那个资本家杂种诬陷的。呵呵，没有，我们公安从你们家翻出来了你们写了岛国语的书信，还从你们家搜查到了一台无线电机，另外经过我们事先的观察，从你们家还发射出来几封泄露咱们华国信息的电报，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嘴硬狡辩。蒋红英此时脑子里嗡嗡作响，那些写了岛国语的书信还有无线电机为什么出现在他家，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公安同志，我们真是被冤枉的，我们不是特务，这些东西为什么出现在我家，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了，肯定是楚离那个资本家的狗杂种想陷害我，这些书信和无线电机铁定都是他送去我家的。公安同志，你们可得好好调查清楚这件事啊，我们家真的是被冤枉的，不能冤枉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公民啊。你们是不是被楚离陷害冤枉的？我们公安自会核实判断。第二天一早，昨晚派出保护楚离安全的2名公安归队后，便核实了肯定不是楚离陷害的宋家人。结合楚离的证言，如今又从宋家找到证据，宋家人最后还是被判定为特务。听闻宋耀华一家被判死刑，下个月底执行，楚离便觉得这次他成功的帮着原主复仇了。若是原主知道了这么快整死了宋耀华一家，估计也会觉得高兴的吧。至于公安送来的那面锦旗，对于楚离而言算是意外之喜了。女人一大早就进了空间，她惊喜地发现昨天刚撒的种子今天就已经成熟了。随后她把成熟的玉米收割了，种上小麦。现在华国各地都是缺粮的时候，等空间里的粮食收获多一点了，可以无偿的捐赠给国家。楚离又喝了点灵泉水，便去了京市火车站。同志，不好意思，你占了我的位置了，麻烦你让让。占座的小姑娘看了一眼楚离后就继续闭眼睡觉，故意没当回事。同志，你占了我的位置，如果不让的话，后果自负，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对方还是不说话，楚离直接将这位女同志扔在了走道里。你干什么？凭啥对我动手？我要找乘务员举报你故意伤害。你举报我，如果没弄错的话，是你占了我的位置，我都提醒你了，你还不让，这不是逼着我对你动手？你如果那么喜欢举报，那你就举报去，是不是你占座你还有理了？出门在外，不得讲究团结互助吗？我坐一下你的位置咋了？你这人咋就没有一点点奉献精神？楚离没有和蒋小红多言，而是直接从他的手腕上扒拉下来了他的手表。你干嘛呢？凭啥抢我的东西？我这不是抢，我这是借。既然你这么有奉献精神，我正好没有手表看时间，你这边手表借给我看看时间可以的吧？你这是强词夺理，还给我！楚离直接将蒋小红的手表扔在了地上。想要就自己捡，说我强词夺理，我看你是双标才对，对自己一套标准，对别人又是另外一套标准。见楚离不是好招惹的，蒋小红这才不敢多逼逼，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等到下午3、4点时，一批知青下乡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海岛，于是大家在一起闲聊起来。我这一次也是去海岛的，不过和你们不一样，我不是去下乡的，其实去探亲的。我大哥在海岛当兵，是海岛兵团的一位连长呢。等我过去海岛那边，
我大哥大嫂会给我介绍部队里的兵哥哥，往后我就可以嫁到那边随军了。蒋同志，还是你运气好啊，有一个当连长的大哥在，可以帮你介绍对象。是啊，蒋同志，你这比我们幸运多了。要是我也有一个当军官的哥哥就好了，这样我也早点嫁人，省得下乡了。蒋小红听到周围人的羡慕声，很是得意，很享受别人都羡慕她。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楚离。楚同志，你是去外地探亲的，还是下乡的？我不是下乡的，我是去海岛兵团找我未婚夫的。听到楚离的回答，周围的知青们看着他的眼神更充满了羡慕。蒋小红和楚离的情况还是不一样，他是去海岛兵团探亲的，而楚离既然是找未婚夫的，那说明和兵哥哥订婚了，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你未婚夫在部队是什么级别啊？也是军官吗？楚离淡淡的瞥了一眼蒋小红，一眼就看穿了这女人的心思。呵呵，蒋小红这是生怕被我压了一头。既然如此，我很乐意给这讨厌又嘚瑟的女人添添堵。是啊，我未婚夫不光是海岛兵团的军官，而且还是一名团长。哇，楚同志，你对象竟然是团长，真的太牛了！没想到楚同志的未婚夫级别这么高呢，真的太厉害，也太让人羡慕了。呵呵，你们有啥好羡慕他的？部队里这样级别的军官，基本上都是能当他爹的人了。你们要是愿意嫁给老头，愿意给和你一样年纪的人当后吗？你们也有机会嫁给团长。楚离对着蒋小红的另一边脸又是一个大逼斗过去。楚同志，你别太过分了，这次凭啥又对我动手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让大家伙儿评评理。你说的狗屁不通，对什么？谁告诉你我对象的年纪能当我爹了？不好意思，我对象也就比我大3岁。你胡乱的造谣我嫁给老头子，我打你怎么了？难道不该打吗？楚同志，你在吹什么牛逼呢？你的年纪顶多20岁，你对象的年纪比你大3岁，那么也就20出头。他20出头能当上团长，你是把人当傻子忽悠呢？有些人真好意思，吹牛逼不打草稿。我若是能证明我没吹牛，你是不是得给我道歉？是呀，你要是能证明你不是吹牛的，我给你道歉。可是你要是不能证明你不是吹牛的，你得让我打回来，而且还得给我道歉。行，这可是你说的，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呢，别回头当赖皮狗不守信用。楚离拿出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霍逸晨穿着一身军装，而从霍逸晨穿着的军装上的肩章可以看出来他在军中的级别。楚同志说的没错，就他未婚夫穿着的这身军装，在部队确实是团长级别的。蒋同志，现在我证明了，是不是得给我道歉了？做人得遵守信用，可别当赖皮狗，让人看不起你。蒋小红最后不情不愿地道了歉。第二天，楚离下了火车，刚走到拐角处，一道男音和一道女音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今天咱们一共成功的拐了4个女人了，应该够了吧？老大说争取再多弄几个，咱们多弄几个后，今晚这一批的货就可以安排转出去了。行吧，咱们在车站这边多盯着点，看看能不能找到落单的女人。这2人是人贩子，如果没遇上这事儿的话也就算了，既然遇上了，不能不管。楚离悄无声息地跟上了他们。大哥大姐，你们知道国营饭店往哪儿去的吗？我想过去吃顿饭，我这刚下火车，肚子有些饿了。这对人贩子一看主动找到他们打听询问的楚离，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大妹子，你一个人吗？咋没见你身边有同伴啊？是我一个人，我是来这边探亲的，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所以不熟悉这儿的情况。确定楚离就是落单一个人的状态，这2个人贩子都很激动。大妹子，那真是赶巧了，我们也准备一起去国营饭店吃饭的，你要准备过去，那么咱们就一道吧。那行，大姐，那我就和你们一道，我运气真好遇到了你们，不然我一个人都不知道咋过去呢。他们故意领着楚离到了一道没人的巷子，男人贩子掏出来了抹上了迷药的帕子，一下子捂住了楚离的口鼻，楚离瞬间晕了过去。就在楚离被人贩子带进了巷子尽头的一个小院子时，2个人影也跟到了小院子附近。陈哥，窝点应该就在这儿了，那咱们现在要不要赶紧通知人过来？先看看这里面的情况，根据情况行动。好，老大，我们这一次带回来了一个好货色，您看看，这姑娘长得是真水灵，是我见过的最水灵了。这时楚离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3两下的功夫将几人踹飞在地上后，刀疤哥转头就想跑，结果楚离手中的一把刀直接飞了出去，直接砍到了刀疤哥的脚下。再跑给你脑袋瓜子开瓢。而此时楚离的行为也震惊住了秦风和霍逸晨。这姑娘真猛啊，看着娇滴滴，没想到行事这么凶悍，不知道谁这么好福气，能把她娶回去。放心，不会是你。为什么？因为人家铁定看不上你。姑奶奶，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您别和我计较，放了我吧。放了你？你们干了缺德事儿，拐卖了这么多的妇女，留着你们这样的祸害，难道让你们继续危害社会吗？楚离说着，直接对着刀疤哥的脸抽了一个大逼斗过去。其他被你们拐卖的妇女呢？都给姑奶奶放出来！刀疤男被抽怂了，赶紧让手下的小弟去放人。这时，穿着公安制服以及军装的同志赶了过来。楚离冲他们说明了情况。方才我们从火车站跟着他们来了这边，事情的情况确实是这位女同志说的这样。幸好这一次有这位女同志帮忙当诱饵，让我们成功的摸来了窝点，而且在没有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先控制住了这些人贩子，避免他们逃走。
霍逸尘的出面作证，楚离也注意到了他。这人怎么这么像我那个未婚夫呢？同志，这次我代表我们粤省公安，非常感谢你帮我们抓获人贩子团伙。不知道同志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回头好申请奖励送过去。马队长见楚离不回话，而是盯着霍逸尘看，难道是看上了霍团长了吗？同志你好，你叫霍逸尘吗？对，我是霍逸尘。同志你是？霍同志你好，我叫楚离。之前你和我父母联系过，说愿意和我结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楚同志我记得。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你答应的事儿还作数不？一直作数。行，既然作数，我这来找你，就是想和你结婚的。楚同志你确定？当然了，不然我大老远的从京市来海岛寻你做什么？结婚的事情你这边早点帮忙安排可以吧？霍逸尘只觉得脑子晕乎乎的，点点头。真是天上掉下来了一个仙女媳妇儿。我们不是在抓人贩子吗？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陈哥就领回去了一个媳妇哦，我还继续当单身狗。原来这位同志是霍团长对象啊，那往后方便联系了。马队长带人回局子之前，再次对楚离以及这些协助他们粤省公安破案抓获人贩子的战士们表示感谢。楚离本是现代顶级科研人员，不料遇到叛徒，造成实验室被炸毁，他竟意外穿越成资本家大小姐。他受原主要求来找兵哥哥结婚，结果结婚报告被打了回来，于是他只是画了一张雷达改进图，不仅结婚报告当场过，更是军区领导特意的点名表扬。接上集，楚离来到海岛后，他计划着先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傍身，剩下的再慢慢筹备。于是他来到书店，同志有什么需要的？你们的负责人在吗？我想找你们的负责人。在的。同志，我去帮你通知一声，谢谢。片刻后，黄主任来到楚离跟前。同志，听说你找我？对。同志，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听说书店这边可以接一些翻译任务，不知道咱们这边的新华书店有没有？我想接点翻译的活儿。现在华国各种人才短缺，懂外语的人才更是短缺。如今来个会外语的。黄主任也是高兴的。你需要接哪国语言的翻译任务？英日法德都可以。黄主任一听楚离竟然还会这么多国语言，顿时更震惊了。要知道现在会一国语言的人才都难找，更别说像楚离这样会多国语言的。那行，我先拿几份试卷过来，我们这边给派发任务之前都得先进行测试，测试合格了才能发任务。黄主任拿的4套试卷，分别用了英日德法来编成试题，楚离4套试卷加在一起，花了半个多小时。好了，您看看。结果经过答案的比对，黄主任发现楚离的这几套作答竟然和答案上分毫不差。这是一本法文资料书，你先帮着我们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翻译好了可以直接将翻译稿拿给我。如果经过核对，翻译准确率在90%以上的话，到时候我们这边会给你发放翻译稿费。另外，关于你个人的一些情况，也在我们这边做一个登记，回头好方便我们联系你，也方便我们将你的翻译人员工作证弄好了交给你。等黄主任这边制作好了工作证，我往后便是有工作的人了。离开新华书店，楚离看时间还早，便想着去百货大楼逛一逛，没想到蒋小红也在逛百货大楼。楚离看了一圈后，觉得柜台上面摆放的绿豆糕不错，这季节热起来了，可以请霍逸尘手下的兵送点绿豆糕吃吃。那些小伙子见到他，一口一个嫂子嫂子，喊得亲热无比。同志，给我来10斤绿豆糕。听到楚离报出的数目，别说蒋小红姑嫂这一行人惊住了，连带着百货大楼的销售人员也愣了一下。这种糕点不便宜，而且还需要糕点票，普通人能买个1斤半斤解解馋都已经是很奢侈的了。结果楚离一买就是10斤，他们还从未见过出手这么阔绰的人。同志，你要10斤？你确定要10斤？对，我要10斤。同志，麻烦你帮我打包一下。同志，10斤一共20块，再加10斤糕点票。好。楚离一走，几个军嫂便在背后讨论起来。霍团长这个结婚对象什么情况？咋感觉特别有钱？能没钱吗？咱们买1斤绿豆糕都得抠抠搜搜的，他倒好嘞，直接买了10斤，这整的未免太多了。看他穿着打扮就知道条件差不了，再看看他花钱出手那么阔绰，就不是个缺钱的主儿。有钱也不能和他这样，他这纯纯的资本家小姐做派，咱们这是海岛兵团，战士们都吃苦保家卫国，他这样资本家的生米做派，肯定会俯视咱们的军人吗？蒋小红有些愤愤地说着，故意往楚离头上扣这么大的一顶帽子。霍逸尘，这是我买的绿豆糕，你给你手下的战士们分了吧。他们见到我一口一个嫂子的喊着，我这个当嫂子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请他们吃点绿豆糕吧。楚离的大方也很快传遍了部队。吃完饭，楚离则是回了招待所，而霍逸尘被叫到政委办公室。若和楚离这种资本家小姐结婚的话，往后在部队的升迁也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找到了霍逸尘，希望他务必想清楚了。陆政委，谢谢你。
不过这件事情我考虑得很清楚了，我还是希望能够和楚同志结成革命伴侣。见这小子这么固执，陆政委也只好叹了口气。行，既然你都考虑清楚了，你的结婚报告我先给你提交上去。不过楚同志的身份还是有些敏感了，我这边能同意给你过，上面不一定能同意，所以霍团长，你这边还是做好一点心理准备，你的这份结婚报告不一定能给你批下来。王政委这边虽然通过了，但是海岛兵团的领导们驳回了霍一晨打的这份结婚报告。楚离这边一上午都在忙着翻译工作，刚出招待所便撞见了蒋小红。楚同志，你怎么还待在海岛呀？还不赶紧走！我要是你，我可没脸在这边继续待着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海岛？这是你家开的吗？用得着你来管？楚离，我是管不着你，但是回头肯定有人能管得了你。你和霍团长的结婚报告都没有通过，既然你不能嫁给霍团长，那么就不是拘属，你自然没资格继续待在海岛兵团。楚离听到蒋小红的话后，却皱起了眉头。从刚才蒋小红那幸灾乐祸的反应，可以判断出来，这女人说的话并非骗我的。自己和霍一晨的结婚报告可能真的被上面打回来了。不过既然答应了原主，一定要嫁给这个兵哥哥报恩，那么就必须解决这个结婚报告问题。很快，楚离便在心里有了一个盘算。回到招待所，他在图纸上开始写画起来，画到夜里11点多，才将雷达改进方案的草图画了出来。能够帮助海岛兵团这边改进一下雷达，整点声纳设备出来，我就不信上面的那些领导能不心动。第二天，霍一晨刚出任务回来，霍团长不好了，不好了，大事儿不好了！都说了遇事儿的时候不要慌张，有什么事情慢慢说。霍团长，您可终于回来了，您和嫂子的结婚报告被打回来了。霍一晨听完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就朝着谢师长的办公室方向走去。楚离这刚到谢师长的办公室，便听到里面的争吵声。霍团长，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还年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依着你的能力，将来一定会升到重要的岗位。但是你若是娶了一个成分有问题的爱人，那么你的高升之路就得断了。谢师长，我知道娶了楚离同志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前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娶她。还是希望您这边能够尊重一下我个人的意愿，能帮着我通过这一份结婚报告。霍一晨，老子说的话还不够明白吗？组织对你的培养不容易，你不能光顾着个人，也得考虑一下我们组织的为难。见谢师长还是不松口，霍一晨叹了一口气。既然谢师长您不能同意我和楚离同志的这一份结婚报告，那么我就只能申请退伍了。霍团长，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之前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变得这般儿女情长？为了一个女人，你连自己的事业都要放弃，这值得吗？值得。此时站在门外的楚离也不想因为自己让霍一晨得罪谢师长，影响了他在海岛兵团这边的发展。楚离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谢师长您好，我是霍一晨的对象，这一次我来找您是想找您谈个条件。谈条件？你想谈什么条件？楚离没有说话，而是将昨天晚上熬夜画制的图纸递给了谢师长。谢师长看了楚离递过来的完整设计图纸之后，有些震惊地看向了楚离。楚同志，这图纸上画的是针对咱们现有老式雷达的改进方案吗？对，谢师长自我介绍一下，我楚离在下乡之前就读于京大，主修的是机械制造业。不过大学停课后，我还没有毕业，学业就终止了。不过在科研研究方面，我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和基础的。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改进设计，如果能用上，帮着咱们改进一下老式雷达，咱们海岛海岸监测技术方面就能得到很大的改进。楚同志，你确定按照你的这份设计图纸，雷达改进就一定能成功吗？你有多少分把握？谢师长，我有100%的把握。得到了楚离的回答，谢师长顿时更激动了。好，楚同志，那你想和我谈什么条件？只要不太过分的，我都能答应你。谢师长，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您能答应通过我和霍团长的结婚报告，我就会配合着给咱们海岛兵团改进一下老式雷达。没曾想到这丫头的要求竟然这么简单，这丫头仅仅只是为了和霍一晨结婚，就给我上交了这么一个好东西。不过惊讶之余，谢师长也明白了为什么霍一晨这么坚定不移地想要娶楚离。好在这么优秀的女同志能配得上霍一晨。好，楚同志，我答应你的要求，你们的这份结婚报告我这边给批了。谢师长说着，又看向了霍一晨，感慨道：霍团长，你这是找了一个优秀对象啊！现在你们结婚报告的事情我给批了，你小子可不许提退伍的事情。好，谢师长，我以后肯定不提这事儿。楚离见这件事轻松地搞定了，也跟着松了口气。谢师长，那您这边尽快给我们批结婚报告，我还着急着早点和霍团长结婚呢。好，放心吧，这件事情我肯定会早点安排走流程通过。不过你这丫头对于雷达改造的事情也得给我多上心点。等你们两口子结完婚，我这边把需要的设备材料准备好了，你就得早点帮我们改造升级雷达。没问题。谢师长，
结婚报告的事情您得尽快给我们审批，另外随军家属院也得早点给我们安排下来，到时候我们结婚就可以用了。你这小子倒是知道得寸进尺。行，结婚报告我会尽早批，家属院我也会尽早帮你们申请下来。在谢师长这边谈完之后，楚离和霍逸晨便离开了谢师长的办公室。见霍逸晨一直盯着自己看，楚离故意打趣道：霍团长，虽然我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但是你也不用这么盯着我看吧。楚同志，我只是觉得有些意外，没想到你还精通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呢。霍团长，我精通的东西还多着呢，等咱们结婚之后再互相多了解了解，你会发现我其他方面的长处。以后咱们都互相多了解。婚后的日子很长，霍逸晨却觉得这样的生活越发的有盼头了。霍逸晨，虽然谢师长那边表示会通过咱们的结婚报告，但是你得清楚，等咱们结婚后，我的身份或许会影响到你的前途，所以咱们结婚的事儿，你还得再考虑考虑。如果是因为当初的承诺，大可不必勉强自己。楚同志，我并不是为了遵守承诺勉强自己，我是心甘情愿的与你结成革命伴侣，携手一生。哪怕是以后你的身份可能对我的前程造成影响，我也无怨无悔。你不要因为你的身份有任何心理负担，这都是我的自愿选择。霍逸晨这话就是间接表白了，楚离心里有了一个数，对这一份婚姻也更加满意。霍团长，既然你坚定的选择我，往后我也一定会同你好好携手，咱们一起努力，将日子越过越好。刚离开谢师长的办公楼没多久，便撞见了部队的不少军嫂们，这其中就有想要把妹妹介绍给霍逸晨的张雪玲。霍团长，听说你递上去的结婚报告没通过，其实没通过也是好事儿。你说咱们部队里这么多的好姑娘，找谁不好呀？随便挑个姑娘出来，也比资本家大小姐强。张雪玲瞄了一眼楚离，没太把这个资本家大小姐当回事儿。霍团长，到时候我把我家亲妹妹介绍给你，我和你说，我妹妹可是持家的好能手，人可贤惠着呢，绝对比一个娇滴滴等着人伺候的资本家大小姐更适合过日子。我说这位嫂子，你谁呀？谁告诉你我和霍逸晨的结婚报告没有通过？这结婚报告还没下来呢，你就开始编排这些话，还当着我面挖墙脚。我编排什么了？我说的都是事实，咱们部队全都知道的事儿。你和霍团长的结婚报告没有通过，因为你资本家小姐的身份，所以上面的领导不同意。霍，你自己怕是不知道吧？不知道也没事儿，现在知道了就行。既然上面的领导不同意你们两个人结婚，你还是识趣点，别对霍团长死缠烂打。楚离不擅长和人吵嘴，能动手的地方绝对不动嘴，直接上前对着对方就是一个大逼斗过去。你凭什么对我动手？这里是海岛兵团，你别把你资本家小姐欺压人的那一套搬到咱们部队来。你自己管不住嘴，那就别怪我对你动手。我和霍团长的结婚报告肯定会通过，不劳你操心。现在我就不纠缠霍逸晨，在不在部队待着关你什么事儿？你有什么资格来管？你能编排我，还不允许我还手？谁才是搞资本家大小姐欺压的那一套？霍团长，你看看这个资本家小姐的真面目，嫂子真心劝你一句，娶妻娶贤，这种女人千万不能娶回去，不然肯定让你的日子过不安生。张嫂子，这是我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我对象说的没错，我和他的结婚报告还没有定下来，而且谢师长那边大概率会通过。你现在说这些可不就是瞎编？希望这种话你不要再传出去，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霍逸晨冲楚离道：咱们走吧，不用和这种人浪费口舌。见霍逸晨这样维护楚离，张雪玲都有些懵了。这霍团长怕不是疯了吧？楚离这种骄横跋扈的女人，霍逸晨为啥要护着她？被抽了一耳光的张雪玲觉得非常的憋屈，她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楚离一个资本家小姐，凭什么对我一个军嫂动手？我要去军区的领导面前告状，一定要给自己讨一个公道回来。张雪玲这样想着，便气呼呼的去找了陆政委。谢师长，您一开始不是坚决的反对霍团长娶一个资本家小姐身份的女同志吗？现在怎么这么快又松口答应了？你看看，看完了这些图纸，你就能明白了。等陆政委发完了图纸之后，一脸惊讶地看向了谢师长。谢师长，这是一份雷达改进方案。谢师长点了点头。这图纸是从哪儿弄来的？这雷达改进方案的图纸就是那个楚离，楚同志交给我的。他以前是第一学府的学生，学的还是机械制造业。这丫头还真是了不得呀！这图纸都是他自己研制出来的。他和我谈了条件，只要答应帮忙通过他和霍团长的结婚报告，那么回头就帮着咱们升级老式雷达，提高咱们海岸监视技术。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人才，你觉得我能不松口不答应吗？这时，办公室的房门突然被敲响了。进来。张雪玲当见到谢师长竟然也在陆政委的办公室里，心中顿时一喜。谢师长也在这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儿。正好在谢师长面前控诉一下楚离资本家大小姐骄纵蛮横的行为。等谢师长知道了楚离的性子，肯定更不可能通过他和霍逸晨的结婚报告。张同志，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张雪玲便哭哭啼啼地将楚离怎么欺负人的事情给说了。张雪玲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到来，反倒是听到陆政委训斥了他一句。张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霍团长和楚同志的结婚报告没下来，这种谣言你怎么能乱传？可是政委，部队都是这么传的呀，这事儿又不是我传出来的。咱们谢师长不是没有通过他们的结婚申请吗？谁说我没有通过了？
霍团长和楚同志的结婚报告，我这边已经给安排通过了。张同志，这种话希望你们都不要瞎转，在部队就得遵守部队的纪律，乱传谣言是得接受该有的惩罚的。张雪玲瞬间懵了，现在谢师长都说了会通过他们这份结婚报告，他还怎么把妹妹介绍给霍团长？谢师长，您应该知道，这个楚离同志是资本家小姐，这样成分的人指不定会给咱们海岛兵团带来麻烦，您怎么能通过他们的结婚报告呢？张同志，你是师长还是我是师长？这海岛兵团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张同志，这件事情咱们上面的领导自然会有所考量，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如果你没别的事情，你就先回去吧。张雪玲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浑浑噩噩地走出陆政委的办公室。她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楚离一个资本家小姐身份，部队的领导竟然还要护着她。第二天一早，因为上次楚离参与抓获人贩子团伙案件中立了功劳，粤省那边的公安给海岛兵团发来了感谢信。于是，在谢师长和陆政委的安排下，很快在部队里召开了一个表扬大会，表扬楚离作为准军嫂给他们海岛兵团带来的荣誉。第二天，霍一晨等着结婚报告和分配的家属院下来后，就去了招待所找楚离。我带你去看看咱们分配的家属楼。好，那你带我过去看看。在霍一晨的带领之下，两个人来到了海岛兵团的家属院。离离，这就是咱们分到的家属院。楚离看了一下分到手的院子，非常满意。房子是2层小楼，上下各2间卧室，还是独门独院的。就是房子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家具。咱们明天去一趟市里，把家具、家电，还有房子需要的其他东西都给置办了。好，听你的。第二天，霍一晨开着部队的吉普车带楚离去的市里。在路上，楚离觉得车子的速度有些慢，动力也有些不足。现在华国的汽车制造水平比较落后，内燃机的设计跟不上，等不忙了，倒是可以帮着海岛兵团升级一下汽车的发动机，到时候他们的军用吉普车跑起来的马力就能更足，速度也能更快。霍一晨按照楚离的要求，先去了新华书店。楚同志，你来的正好，你的工作证已经制作好了，我正好想找机会给你送过去呢，没想到你人恰好来了。霍一晨看到工作证明上写着国家特聘初级翻译员几个字，算是又看到了楚离的一个优点长处。黄主任，这些是我翻译好的稿件。楚同志，等这些翻译稿核对没什么问题之后，我们这边会将翻译的稿费汇给你。楚离对于稿费倒是不怎么在意，毕竟他手里不差钱，主要是想着弄一个工作证明。新华书店这边的事儿忙完，楚离才同霍一晨前往百货大楼，因为东西比较多，霍一晨要求他们帮忙送货上门。货车一到，霍一晨招呼了自己手下的兵帮忙下货。原本空荡荡的小屋里面塞满了家具，经过布置之后也变得温馨不少。今天辛苦你们了，晚上留下来吃顿饭，我来做几个菜招待大家。听到楚离的邀请，霍一晨手下的兵都连忙摆了摆手。嫂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哪里还能指望她做饭给我们吃？再说做出来的饭菜能好吃吗？结果他们看到了端上来的饭菜后，瞬间给惊艳到了。只见饭菜鲜亮，香味扑鼻。你们辛苦了，就当是自己家，千万别客气。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看看还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几个小战士看向了一旁的霍一晨，团长不点头，他们哪里敢动筷子呀？既然你们嫂子让你们尝尝，你们就尝尝，做的饭菜不少，你们都多吃点。好的，团长。几个小战士先尝了一口炒饭，不过一盘子炒饭咋能炒得这么香，这么好吃？嫂子，这炒饭做的实在太好吃了，我从小长到大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炒饭呢。真没想到嫂子做饭的手艺竟然这么好，我们霍团长真有福气，能娶到嫂子这样长得好看还会做饭的女人。霍一晨听到小战士们的夸赞，嘴角不由得上扬。楚离算是又给了他一个惊喜，也让他对接下来的生活更加期待。本该个把月才成熟的蔬菜，被女人用灵泉水浇灌一次后，竟瞬间成熟了，而且蔬菜不仅鲜美还好吃。楚离在整理菜园子时，两个孩子突然摔在了他的院子里。你们两个怎么样了？怎么还摔着了？听到楚离的柔声关切，两个孩子都看向了他。姐姐，你长得太好看了，就和天上的仙女一样。我们方才是趴在院墙上看你，结果不小心摔下来了。是呀，姐姐你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谁不喜欢被夸？楚离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还被两个孩子这样夸。就在这时候，楚离听到了敲门声。楚同志，真的不好意思呀，我家2个小子实在太皮实了，给你添麻烦了吧？我这就带他们走。嫂子，他们没给我添什么麻烦，孩子小皮实一点是正常的，不皮才不正常呢。楚离说着，又直接从口袋里抓出来了一把大白兔奶糖。第一次和孩子们见面，请他们吃点糖。两个孩子一看是大白兔奶糖，眼睛瞬间放光。江同志，这大白兔奶糖可贵重着呢，你咋能请我家2小子吃这么多啊？嫂子，没关系的，请孩子们吃
吃点糖而已。江冬梅见楚离出手这么大方，性格也好，便知他人不错，往后可以深交。楚同志，我叫江冬梅，就住在你隔壁医院。往后你有什么需要嫂子帮忙的地方，就只管过去叫我，可千万别和我客气。好，嫂子，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肯定来找你。江冬梅和楚离聊了几句，便带着自己的俩孩子回去了。见时间不早了，霍一晨询问楚离是要在家吃还是去军区食堂吃。还是在家里吃吧，不过我不想做复杂了，咱们中午吃点面条对付一顿，你觉得怎么样？见霍一晨没什么意见，楚离便准备去煮面条了。家里有鸡蛋，有挂面，不过要是有点葱花，吃起来才更香。于是楚离敲了江冬梅家的院门。楚同志，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嫂子，你这边有葱吗？能借我2根葱吗？我等会儿煮面条需要用上，但是我家没有，所以找你问问看。有，我这就去给你吧。江冬梅直接拔了一把葱，随后递给楚离道：楚同志，你看这些够不够？够了。楚离，你这是要自己做饭呢？楚离应了一声。江冬梅一脸的惊讶，她也以为楚离这样娇滴滴的大小姐不会做家务，没想到人家不是她想的那样的。嫂子怎么了？我自己做饭很奇怪吗？就是没想到楚同志你这么漂亮，竟然会做饭，让人有点意外。我还以为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喜欢进厨房呢。楚离知道江冬梅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应该是觉得她这个资本家小姐不该会做家务才对，毕竟对方也没什么恶意。楚离拿着借来的葱便回去了。离离，这后院的土是你自己翻的吗？对，是我自己翻的。我想在后院种点蔬菜，这样咱们以后吃菜就可以吃自家种的，不用去供销社买了。霍一晨听到楚离想自己种菜吃，顿时对楚离又刷新了一些认知。她虽然是资本家小姐，但是身上却没有任何资本家小姐的骄纵，会自己做饭，还愿意下地种菜。那以后我来帮你翻土，后院的土比较硬，你翻起来应该会比较累。好，那回头你帮我翻翻。吃完饭，霍一晨便去后院翻地了。楚离则是煮了点绿豆汤，还加了一点点空间灵泉水进去。霍一晨，我给你煮了点绿豆汤，你喝点解解暑。霍一晨一碗凉凉的绿豆汤喝进肚子后，他瞬间觉得舒服了不少，身上的燥热和疲惫感都随之消散了许多。离离，咱们是现在去领证，还是明天去领证？现在这个点去领证还来得及吗？要是现在来得及的话，那就今天领了吧。霍一晨没有手表，所以没办法看时间。霍一晨见楚离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精致的女手表，便问道：离离，现在几点了？现在4点20，咱们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应该来得及，他们5点才下班，咱们过去那边也不过10几20分钟的时间，能赶在他们下班之前。行，既然赶得及，那咱们今天就把证领了。结婚证领了后，两个人直奔百货大楼，准备采购点结婚所需物品回来。就在霍一晨把东西往吉普车上搬的时候，楚离一个人又悄悄地去了柜台。同志你好，这一款男士的外国进口劳力士怎么卖的？这款表的一张手表票以及600块钱。好，同志，那麻烦你给我包起来。楚离刚拿到手表，霍一晨就搬好了东西，折回了百货大楼。离离，东西都搬到车上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购买的，或者别的能看得上的东西。没有了，买这些就差不多了。那行，咱们回去吧。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于期待和激动，霍一晨躺在宿舍的床板上竟然有些睡不着。楚离也差不多，想到明天就要结婚了，躺在床上一时间难以入眠。前世自己忙着搞研究报效祖国，一辈子没结婚，如今既然有了一个重活一世的机会，必须得谈一个帅气的兵哥哥，享受恋爱的滋味。如果霍一晨往后的表现让我不满意，大不了一脚踹了，反正谈了这么帅的男人也不吃亏。心态放好以后，楚离逐渐进入了梦乡。第二天，看着楚离化好的妆容，再搭身上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江冬梅几个嫂子都忍不住地发出了惊叹声。楚离妹子，你这也太好看了，霍团长真有福气啊，竟然娶了你这么漂亮的女同志。我的乖乖，楚离妹子真和天上的仙女一样，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新娘子。霍团长这哪里是有福气，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蒋小红听到了周围人对楚离的夸赞声，再看楚离的眼神就更加的嫉妒了。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她这么好看，不都是打扮出来的吗？瞧瞧她资本家做派，都来了部队了，还搞这种奢靡的作风，不怕带坏了部队的风气。要我说，这种人就不该让他在部队待着，省得人人都学他。这时谢师长和陆政委走来，见谢师长和陆政委亲自出席这个酒席，宾客们都还以为他们两个人是冲着霍一晨来的，只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谢师长和陆政委今天过来完全是冲着楚离来的。晚上，霍一晨，这是我给你送的新婚礼物，你看看喜欢不喜欢？霍一晨便看到首饰盒里面装着一块手表，虽然霍一晨的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这块表的品牌霍一晨还是认出来了。离离，是进口表很贵吧？你怎么送我这么贵的东西？贵不贵不重要，主要是我觉得你很适合这块表，你是我男人，我给你花钱我高兴，我乐意。媳妇儿，你给我准备了礼物，我也有东西给你。
霍逸晨说着拿出来了一本存折，塞给了楚离。这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钱，现在咱们两人结婚了，媳妇管钱天经地义，以后我的钱都交给你管。楚离看到上面的数字后倒抽了一口气，存折上面足足有5000块，怎么这么多？这些年我吃住都在部队，我父母那边1个月给他们几10块钱，剩下的都能自己攒着。除了工资津贴，我还拿到了一些的任务奖金，所以才会攒到这么多钱。楚离听了霍逸晨的解释，才点点头。那个霍逸晨，咱们家准备了计生用品没？我暂时还不太想生孩子，咱们得做好避孕措施。准备了。楚离挨着他坚实的肩膀，沉沉的睡了去。第二天一早，霍逸晨和平时差不多时间醒来了，见楚离这会儿睡得这么香，霍逸晨想到昨晚他肯定辛苦了，所以不忍心吵醒他，便将两人昨晚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洗了。张雪玲正好路过，霍团长，怎么是你在洗衣服啊？你一个大男人洗啥衣服？这都是女人干的，是不是你媳妇儿偷懒不愿意洗，所以使唤你洗？霍团长，不是嫂子说你，之前我就提醒过你了，这种资本家小姐哪里能娶？娶回来不是伺候你的，而是等着你伺候她的。嫂子，谁规定的家务活只能男人干？领导人都说男女平等，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把传统的封建思想搬出来呢？还有我家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我高兴我乐意，我就算天天伺候我媳妇我都甘之如饴，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吗？张雪玲原本就是想挑拨一下，没想到霍逸晨不光没有埋怨楚离懒，反而这么护着他。霍团长，我只是想告诉你别把人宠坏了，谁家婆娘像你媳妇儿这样懒的？嫂子好心提醒你，你还不领情，迟早有你后悔的一天。嫂子，这种话我希望你以后别再说了，不然我就去政委那边举报你挑唆家庭关系，给兵团内部制造矛盾。霍逸晨这么大的一顶帽子扣下来，张雪玲只能灰溜溜的走了。不过张雪玲没在霍逸晨跟前挑唆，却去家属院散播楚离人的谣言去了。楚离还不知道自己结婚第一天，懒名传遍了家属院。见楚离醒来，霍逸晨便关切地上前询问：媳妇儿怎么样？休息好了吗？楚离瞪了霍逸晨一眼：昨晚你也不知道悠着点，现在倒是来关心我了。我身上好酸好疼，被车子碾过似的。霍逸晨被媳妇儿瞪了一眼后，有些心虚。他一个单身20多年的老男人，好不容易吃上肉了，当然忍不住多吃几口。因为楚离还不想生孩子，于是两口子一起去医院，打算再开2盒。霍团长，这么多你用得完吗？一次性不用开多了，等没了再来开也没事。1盒只用了几天就用完了，2盒也顶不了多少天。医生，方便的话给我多开几盒也行。这位女医生有些羡慕地看向了一旁的楚离。霍逸晨一口气开了3盒计生用品的事儿，最终从医院传到了部队军属院，背后不少人都在骂着楚离不仅懒，还是个狐妹子。而谢师长等着霍逸晨的婚假一结束，就特意的跑了一趟楚离这边。谢师长，您今天怎么来了？楚同志，你和霍团长结婚的事情已经忙完了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找你问问什么时候方便帮我们改进一下雷达。明天就可以开始了。听到楚离说明天就能开始，他的心里十分高兴。那行，楚同志，明天我就安排同志接你，带你去我们海岛的科研所。行，谢师长，到时候都听您的安排。晚上吃饭时，楚离将答应谢师长改进雷达的事情和霍逸晨提了。媳妇儿，你安心的做研究，我能照顾好自己，你也得照顾好自己。做研究的同时别太累着了。第二天一早，楚离还没吃早饭，谢师长就亲自带人来接他。谢师长这么早就来了呢？您老人家身体可真好，都不用睡觉啊。谢师长感觉楚离在内涵他来太早了。嗨，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谢师长您坐会儿，我把早饭吃完了跟您一道过去。没事，你忙好了再跟我过去，不着急。那行。霍逸晨在旁边心里暗暗感慨，估计整个海岛兵团也只有我媳妇敢让谢师长等着吧。楚离吃过早饭，带上了洗漱用品，防止需要在那边过夜。霍逸晨，我先和谢师长走了，家里交给你照看了。你安心的做研究吧。楚离在谢师长的带领之下进了一处研究室，研究室的黄天骄黄主任走到谢师长跟前打招呼：谢师长您来了，昨天您说要送一个能帮着改进苏制十字弓雷达的研究员来，是真的吗？这自然是真的，这种事儿我还能给你开玩笑？黄主任，介绍一下，这位便是帮着咱们改进苏制十字弓雷达的楚离。楚同志。谢师长，这小同志看着这么年轻，真能帮咱们改进雷达？能不能你让他试一试不就知道了。黄主任人不可貌相，一个人的能力到底如何，不要从年龄外貌判断，得看看他的实力到底怎么样。黄主任觉得谢师长说的有道理，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不行，谢师长我知道了。人给你送来了，我就先走了，等研究有了突破再通知我一声。黄主任在谢师长走后，就将研究室里的研究员都喊了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楚离，楚同志往后便加入咱们的科研所，这一次他帮忙负责改进我们苏制十字弓雷达。黄主任，您在开玩笑吗？这女娃娃成年了没？能帮助改进雷达，怎么什么人都能安排来搞研究？这又是哪个关系户？咱们研究所一向主张凭本事进来，不搞裙带关系的，外面那些不好的风气怎么也带进来了？要是咱们的研究所风气搞坏了，往后还怎么搞好研
研究。楚离面对这些人的质疑也并不生气，而是拿出来了之前自己画好的改进图纸。各位同志，可能我的外貌、长相、年龄给大家造成了一点误会，以为我是靠家里的关系混进来的。在这里我澄清一下，绝对没有的事。至于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帮着改进雷达，大家先看一下我的改进方案就知道了。大家看到这份改进方案之后，科研室里面的这些科研员都纷纷闭嘴了。和楚离一起合作了不到1个小时，原本还对他能力存疑的科研人员，这会儿是彻底被他的能力折服了。他们询问楚离的问题，楚离就没有一个答上来的。转眼到了半夜，楚离困得眼皮子打架，他赶紧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杯灵泉水，一杯灵泉水下肚，恢复精力的楚离便继续投入了工作当中。经过这1个星期没日没夜的努力，这一次的雷达改进项目可算是完成了。科研所和谢师长这边决定赶紧先对这个改进后的雷达进行检测。监测半个小时后，其他的科研人员都惊呼道：这一次探测距离这么远，150千米开外的竟然都探测到。要知道，没有改进之前，他们的雷达检测顶多能探测海岸50千米的距离，这还是在晴天、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不会吧，这可是150千米啊！这要是没弄错的话，都能达到苏联顿河岸基雷达的水平了。是不是？等咱们监测完了，和谢师长那边比对一下数据就知道了。这倒是。1天的时间结束后，谢师长将这一次的安排和雷达站这边的数据做出来了比对，没看想到这一次雷达的监测水平竟然出奇的高。成了，真成了。是啊，真的没想到这一次改进后的雷达效果竟然这么好，这性能都不一定比美利国和苏联那边差多少了。谢师长激动的上前，对着楚离就直接敬了一个军礼。楚同志，感谢你帮助我们改进雷达，让我们华国的雷达技术更进一步，帮助我们守护沿海安全。谢师长您客气了，作为一个华国人，能为咱们雷达事业的进步出一份力，这是我的荣幸。而且这次我不是平白的帮忙改进咱们的雷达，是拿您帮忙通过我和霍一晨的结婚报告为前提的。谢师长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对比自己帮的那点小忙，楚离这一次帮的可是大忙，意义非常的不一般。不过感谢的话他已经说了，往后在其他事情上对这丫头多照顾点就行。这一次咱们的雷达能改进的这么成功，确实得好好的感谢一下楚同志。要不是楚同志提供的这些方案，指望着咱们做出研究改进，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是啊，真没想到楚同志年纪轻轻的，竟然就有这样的能力，这简直是科研天才。大家过奖了，这一次能成功改进雷达，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努力协作的功劳，所以功劳不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楚同志说的没错，这一次咱们的雷达能改进的这么成功，是咱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功劳。当然楚同志的功劳最大，这次的事情我会请示上级，到时候该给大家安排的奖励一定到位。楚离对于奖励不奖励的倒是无所谓，主要他不差钱。不过要是能拿到什么认可的证书，往后能为他增加一层庇护，毕竟原主资本家小姐的身份还是太敏感了。楚同志，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研究所？这件事我再好好的考虑考虑，目前我没什么兴趣加入，但是以后可能会有。那行，楚同志，如果以后你想加入的话，我们科研所随时欢迎你。黄主任这是做出来了一个承诺，对于普通人而言，想要进入科研所这样的单位实在太难了，这要是能进入，简直是光荣无比的一件事。好，等我想来了肯定会和黄主任您说一声。都说小别胜新婚，楚离这一晚过来后算是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于是第2天，楚离又睡了一个懒觉才去服务社买了食材，因为来得晚，好的东西都被抢完了。楚离见案板上摆放着猪大肠，楚离便买了点猪大肠，没想到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张雪玲。哎呦喂，霍团长家的，你不会睡到现在才来买菜吧？这都什么时间点了，哪里能买到什么好东西？下回你想买好食材，你可得起来早点，睡这么晚什么好东西能赶得上？不过就算买不到好食材，你也不能买猪大肠啊，这么臭和吃屎有什么区别？一看你就不是经常做饭的人，不然肯定不会买猪大肠。张雪玲这话自然不仅仅挤兑楚离的，更是说给其他的军嫂听的，她得让部队的人都知道楚离到底有多懒。看来上次你还没被抽够，要是想挨巴掌我可以成全你，你也不用在我这弯弯绕绕的。霍团长家的，我就是随口说几句，你别太过分了。你随后说一句，我的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需要你管？这么喜欢避避嚼人家是非，一看就知道精力用不完。你有这身精力不去参加咱们海岛兵团组织的劳作，为社会做贡献，用来多管闲事，真是浪费了。楚离却朝着张雪玲翻了一个大白眼，拎着东西继续往回走。楚离刚做好了午饭，霍一晨便回来了。不过这一次不只是霍一晨一个人回来，秦风也跟着一道过来了。嫂子，我今天跟着陈哥来蹭饭的，不知道方便不？方便，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我中午多做了几道菜，应该足够咱们3个人吃的。早就惦记着嫂子的厨艺了，今天终于能亲自品尝了。此时霍一晨的目光锁定在饭桌上第一次出现的爆炒肥肠上面。媳妇儿，这是猪大肠吗？对，这是猪大肠。嫂子，这猪大肠能吃吗？能吃，味道不错，你可以尝一尝试一试。还是算了，我觉得有些接受不了。原本秦风不敢尝试吃猪大肠的，可看到霍一晨竟然吃得这么香，当即在心里泛起来了嘀咕：陈哥，真这么好吃？不好吃，你别吃。秦风也夹了一块猪大肠塞进了嘴里，瞬间被猪大肠的滋味给惊住了。好吃。
吃。嫂子的厨艺实在太绝了，这么臭的猪大肠到了你手里都能变废为宝。一吃完饭，霍一晨便催着秦风道：“吃完了你还不赶紧走？这小子赖在我这边，不等于打扰了我和媳妇的2人世界吗？”秦风有了一种被嫌弃、被抛弃的感觉。陈哥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兄弟。等秦风一走，楚离才想到了有一件正事儿和霍一晨商量。霍一晨，我已经将答应谢市长的事情办到了，这段时间便能抽出空来，所以我打算去一趟我爸妈下放的农场，过去看看他们，再给他们送点物资过去。那到时候我找领导请个假，陪你一起去。霍一晨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去。海岛农场和海岛兵团虽然都在海岛，但是位置隔得还有点距离。你这边如果忙没时间的话，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还是我陪你一道过去，这样我能安心一点，不然我会担心你的人身安全。另外，咱们现在结婚了，我这个当女婿的有机会也需要去见一见自己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吧。那行，你回头和领导请个假，看看什么时候方便，我们一起过去。好。第二天，楚离刚出门便见到江冬梅几位军嫂。楚离妹子，几位嫂子准备去哪儿？我们上山看看能不能摘点水果或者采点野菜。山上有野生的荔枝树，还有杨桃树，现在差不多到了成熟的季节了。运气好点的话，或许能采上些，家里的孩子们爱吃。楚离听到有野生的荔枝，眸子也瞬间亮了起来。楚离妹子，要不一起去吧？你这刚来随军，估计对咱们这边的情况也不熟悉，可以顺道逛逛。行啊，嫂子，那我和你们一起去。楚离跟着江冬梅等几个军嫂后面，便听到他们东家长李家短的聊了起来。偶尔这些嫂子们还能聊点床上的事儿，楚离哪里经历过这些，听得面红耳赤。楚离妹子都是过来人了，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之前听说你和霍团长一次性买好多计生用品，霍团长这么厉害的吗？这一晚上不得折腾好几次？难怪楚离妹子每天起来的迟了，晚上被男人折腾那么多次，第二天谁能爬得起？就家属院有些大嘴巴乱传说楚离妹子懒，换做他们晚上被男人这么折腾，他们也爬不起来。楚离越听脸越红，不是说这个年代的人都很保守的吗？这会儿还真的感受不到这年代人的保守，反倒是觉得他们开放的很。几人上山后，很快发现了一些野生的野菜，楚离还看到了野生的茼蒿。正当他准备去摘时，便被江冬梅拦下来了。楚离妹子，这野生的毒蘑菇可不能摘，摘回去了吃了会中毒。嫂子，这不是毒蘑菇，这是松茸，这是牛肝菌，可都是好东西。楚离妹子，你认识吗？确定不是毒蘑菇吗？这要是不确定的话，可不能随便的乱采摘，不然真的会中毒的。我确定，这2样菌子我认识，不会出事的。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惊呼声：“救命啊！救命啊！”张雪玲看到了楚离和江冬梅等人，她赶紧朝着他们的方向跑了过去。这个张雪玲太过分了，故意往咱们这边跑，是想害死咱们吗？哎爷，这可怎么办呀？野猪都被他引过来了。你们手里有没有防身的工具？赶紧拿出来！几个嫂子连忙将带上山的防身工具都拿了出来。江冬梅见楚离娇滴滴的，到时候肯定更经不住伤害，立马将自己带的砍刀直接塞到了他的手里。楚离妹子，这个你拿着防身。见江冬梅把唯一的防身工具拿给了自己，楚离心里还是很感动的。这位嫂子人不错，以后能处。很快，野猪朝着他们跟前冲了过来。楚离扬起手中的砍刀，只听到咔嚓一声，原本还发狂的野猪这会儿终于消停了下来。江冬梅等人直接愣在了原地，都有一些不敢相信方才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了什么？没有眼花吧？楚离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竟然收拾了一头野猪，这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江冬梅等人处在震惊中，霍一晨带着一众战士们朝着他们的方向过。媳妇，你受伤了？你哪里受伤了？霍一晨，你别担心，别紧张，我没事儿的。没事儿？怎么可能没事儿？你看看你身上浑身是血。霍一晨，这不是我的血，这是野猪血。刚才我拿着砍刀对付了野猪，结果这畜生溅了我一身血，我真的没事。楚离妹子，你这是深藏不露会功夫呀！那么凶猛的野猪，你竟然能帮着砍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我还真的不敢相信你竟然有这样的实力。是啊，方才我都吓死了，还以为咱们今天都得栽在这儿，哪里想到楚离妹子竟然有这么好的身手。就楚离妹子这身实力，简直比咱们部队的战士们还要牛呀！人不可貌相，楚离妹子看上去娇滴滴的，哪里像能砍死野猪的人？这次幸亏有楚离妹子在，有这么好的身手对付野猪，不然咱们这次还真是生死难料了。郑雅琴说完，对着张雪玲的脸就一个大逼斗抽了过去。张嫂子，你是不是故意的？看着我们这儿人多故意往我们这边跑，你是想害死我们吗？郑嫂子，我方才那样的情况下脑子都是糊涂的，谁能想那么多呀？你说我故意害你们，你这话说的就有些过分了。你别装委屈，就算你不是故意的，你也是有责任的，你差点害死我们，这是事实。对，张嫂子，你差点害了我们是事实，我抽你一巴掌都算是对你客气了。张雪玲也知道这事儿闹大了是自己没理，便不敢再继续嚷嚷。回到家属院，霍一晨安排手下的人帮着将野猪给处理了。霍一晨，这野猪是我砍死的，这头野猪咱们家是不是能多分点？这头野猪是你弄死的，全部交给你处理。这
这些肉到底怎么分？你来安排决定。霍逸尘，既然这些肉都交给我分配的话，那么我拿出来一半，给你们团里的战士们加餐，让大家吃顿肉吧。虽然这头野猪霍逸尘不参与分配，但是听到媳妇说给他手下的兵加餐，霍逸尘还是很高兴的。他手下的兵上次吃肉还是在半个月之前，大家都很馋肉吃。好，媳妇听你的。咱们自己留一半的话，依旧还剩不少。这样，我给咱们海团兵团的主要领导干部加一人送一块肉过去，咋样？对于楚离的安排，霍逸尘依旧没有发表意见，而是认同的点点头。我对咱们海岛兵团的领导不熟悉，霍逸尘，回头你帮忙安排一下给送过去。这些交给我。等野猪分配完，楚离还剩个30-40斤肉，还剩这么多，正好跟今天一道上山的嫂子们分点。于是楚离拎着肉给江冬梅送去了。楚离妹子，这些肉你拿回去，我不能要。今天多亏了你救了我们一命，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的感谢你呢，哪里能收你送的东西？嫂子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我家那边还剩了不少，这大热天的剩太多，吃不完也浪费，不如你们也分点解解馋。你要是不收的话，说明和我见外，不拿我当姐妹了。那行，楚离妹子，嫂子就谢谢你送来的这些猪肉了。嫂子客气了。给江冬梅送完了野猪肉，楚离又去给郑雅琴送。郑嫂子见楚离送来了野猪肉，她笑着收下。楚离很喜欢郑雅琴的脾气，想到今天郑嫂子抽张雪玲大逼兜的样子，楚离就觉得很解气。郑嫂子，你家院子真漂亮，种这些花花草草的真好看。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整点花花草草的，就因为种了这些花，被不少人在背后埋汰过呢，说我是资本家太太的作风。我寻思着不过是种点花，让院子看着好看一些，人瞧着舒心一点，咋就资本家太太的作风了？嫂子，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种点花草而已，又没做什么奢靡的事情。我也喜欢这些花草，能在你这边挖点花苗回去吗？当然可以了，楚离妹子，你要是喜欢的话，看中哪些我给你整点花苗带回去。楚离知道郑雅琴是个爽快利落的，所以也就没有和对方客气，开始挑选起来了自己喜欢的花草。楚离从郑雅琴这边回去，在种下花苗的时候，楚离还特意浇了点灵泉水。这时楚离便听到了敲门声，发现是几个军嫂，其中一个军嫂是蒋小红的大嫂。几位嫂子，你们是？楚同志，我们听说你今天打到了一只野猪，分了不少猪肉呢，所以我们今天后来是想问一问，你能不能卖点猪肉给我们？军区服务社的猪肉供应有限，家里的孩子们都好久没吃上一顿肉了。几位嫂子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剩的也不多了，不方便卖给大家。楚同志，你怎么这么小气呢？我们家里的孩子都有点馋肉吃，你卖点给我们又怎么了？我们都是付钱的，可没打算找你白要。就是啊，楚同志，要不是家里的孩子好久没吃肉了，我们也不至于到你这儿来买肉。咱们都是一个军区随军的军嫂，理应互相帮衬。若是特别为难的事情就算了，你今天得了那么多猪肉，咋就不能卖点给我们？这么点小事你都不能帮一帮吗？楚离见军嫂们想道德绑架他，当即就不乐意了。怎么了？我家的肉剩的不多，我想自己留着吃不行吗？非得卖给你们吗？谁差着你们那点钱了？别给我搞道德绑架，不卖肉给你们就是小气。楚离这话一出，原本想要道德绑架他的军嫂们顿时脸色一变。楚同志，你不卖就算了，也没必要将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吧？都是军嫂，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了，楚同志，你不想卖就好好说，没必要谈什么举报不举报的，都是军嫂，理应互相帮衬。你这动不动就举报的行事风格可得改一改。这些军嫂们又埋怨起来了楚离，觉得是楚离做法太过了。怎么，你们还好意思先怪起我来喽？我不卖肉，你们就说我小气；我说举报你们，你们又说我把事情闹得太难看。反正不管怎么做都是我的错呗，你们一点错都没有是不？一看楚离就是个不好招惹的。此时一个军嫂赶忙出来打圆场。楚同志，这一次确实是我们不对，没考虑到那么多，对不住，这肉我们不买了，我们也确实该好好反省，方才不该说的那么过的。楚离见这几个军嫂道了歉，便没有继续和他们多计较。楚离一大早就给花浇了灵泉水，在灵泉水的灌溉下，花长得更加的鲜艳。接着他从空间拿出10斤野猪肉，包了300个包子。这时楚离发现自己家没有蒸包子的蒸笼，所以他来到江冬梅家借蒸笼。楚离妹子，你咋借这么多的蒸笼？这得做多少个包子馒头才能用上这么多的蒸笼啊？我那边还剩了点野猪肉，我就给做了300个包子，等会儿给霍逸尘团里的战士们送点过去，让他们尝尝。因为做的包子比较多，所以得多整几个蒸笼蒸，不然这么多的包子还不知道得蒸到什么时候呢。听到楚离的解释，江冬梅和郑雅琴理解的点头。做好300个肉包子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量，于是他们都提出来帮忙。没想到楚离拒绝了，我都包好了，现在只需要上蒸笼蒸一下就行。不过蒸出来的包子多，等会儿可能需要2个嫂子帮忙，和我一道给战士们送过去，正好再借我几个篮子，不然这些蒸好的肉包子不好装着送去。楚离妹子，你咋做到的？这么多的肉包子，你光是剁馅儿就得忙半天了吧？江嫂子、郑嫂子，这些肉如果是纯手工剁的话，确实不会这么快。我是自己整了一个自动绞肉机，只需要将肉块放进绞肉机里，肉不用手剁就能碎成肉泥。楚离妹子，你真的太厉害了，怎么会那么多东西？是啊，楚离妹子，没想到你不光是长得漂亮，身手还好，
重点是脑子还聪明。这没对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行，但是在你这样优秀的人的衬托之下，我觉得我就是个废物了。江嫂子、郑嫂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你们也有自己的优点啊。你们贤惠能干，这方面比我优秀多了，你们也知道的，我可是大院出名的懒婆娘。楚离妹子，人家那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乱传的，你别放在心上。那些人其实也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这样说明人家霍团长愿意宠着你，咱们勤快，还不是因为家里的男人不顶用？但凡是家里的男人勤快点，谁不想当甩手掌柜呢？哈哈，就是有些人就是羡慕嫉妒恨，他们自己找不到一个愿意宠着自己的男人罢了。在送包子的路上，楚离看到了江冬梅家的2个儿子。楚离刚拿出来肉包子给虎子和石头递过去的时候，便见到一个孩子抢过楚离手中的肉包子。周耀祖，你快把肉包子还给我，这肉包子是楚阿姨送给我吃的。周耀祖听了胡子的话，一口将包子塞进了嘴里，随后哧溜一下跑了。楚离立马再拿了一个肉包子出来，塞给了虎子。没事儿，楚阿姨再给你们一个就是了。可是楚阿姨，这样你不就损失了2个包子了吗？没关系，楚阿姨做的包子多，损失了就损失了。给虎子和石头塞了肉包子，楚离便带着郑雅琴和江冬梅继续朝着陆北辰那边走去。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缺管教了，都成啥样了？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霸道，抢人家的东西，等长大了还不得又偷又抢的？可不是，都说3岁看大7岁看老，他年纪这么小就这样了，长大了能好，都是家里人惯出来的，真是小年纪不学好呢。江嫂子、郑嫂子，方才那孩子谁家的？什么情况？周耀祖是周参谋家的孩子，孩子之所以会养成这样，主要是周参谋家前面生了5个女儿，第6个才生到了耀祖，而且还是从20岁生到了40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能不宠着吗？这家长惯孩子，孩子在家里养成了小霸王的性子。这里是部队，部队里面重男轻女的思想还这样的严重啊，这思想觉悟不行啊，上面的领导都不管。不是他们一家，重男轻女是普遍现象，这种事儿咋好管的？不过这一次周耀祖做的太过了，都到了直接抢人东西的地步，他做的这种事儿还是需要向上好好的反映的，家里人好歹得管，不然照着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迟早得出现纰漏的。3人聊着这件事时，已经到了霍一晨的训练场。霍一晨，媳妇儿，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你手下的兵都惦记着尝尝我的手艺吗？所以我做了点包子带过来给大家分一分，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你做了这么多的肉包子累不累？不累，这包子现在还热乎着，你赶紧让大家分了，趁热吃。霍一晨手下的兵尝到了楚离送来的包子后，瞬间被楚离做的包子的滋味给惊艳到了。吃过午饭，楚离便去了卧室休息去了。结果他刚睡下没多久，便听到了家里砰砰的砸门声。等他开了门后，便见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一个中年女人。霍团长家的是你给我家耀祖拿了肉包子吃的吧？我家耀祖就是吃了你的肉包子后，肚子开始疼起来的，孩子现在疼的都快受不了了。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给我们一个交代。对，霍团长家的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你的肉包子铁定是有问题。我宝贝大孙子吃了你的肉包子肚子疼，你必须得负责任。呵呵，还真是可笑，你们家孩子不好好管教，跑出来抢了我手里的包子，这么小年纪不学好当小偷，如今吃出来了问题，倒是好意思来找我了。听到了楚离这边的动静，江冬梅也从屋子里出来了。楚离妹子说的没错，周大娘葛嫂子，是你们家耀祖没经过人家的同意，抢了楚离妹子的包子，现在你们家孩子出现状况了，咋好意思怪罪楚离妹子的？这要怪不得怪你们做家长的，不知道看好自家的孩子，竟然让孩子出来抢别人东西。这么小的孩子又不懂事，你们当大人的还和一个孩子计较不成？反正我家耀祖是吃了霍团长家的肉包子出现的问题，那就必须他负责。我肚子疼，我肚子疼。看到周耀祖这样，楚离有些无语道：你们与其在我这儿闹，还不如赶紧送孩子去医院看看。他是吃了我的肉包子没错，但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肚子疼？就是，到底什么个情况？你们也得去医院看看。我家虎子和石头都吃了楚离妹子做的肉包子，可没见他们肚子疼。霍团长家的你必须跟着一起去。这一次我家宝贝大孙子是因为吃了你的肉包子出事的，医药费的你出。正好我也想着去医院看看周耀祖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不是食物中毒，拿到了医院那边的检查报告，必须得去找军区的领导讨要一个说法。很快，一行人便到了军区医院。你们这边什么情况？乔医生是这样的，我家孩子吃了霍团长家的肉包子之后，就开始肚子疼，我怀疑是不是霍团长家的肉包子不干净，所以特意来医院这边看看。乔佳佳立马帮着周耀祖做起来了检查，检查了一通后道：孩子应该是食物中毒了。霍团长家的你也听到了吧？
乔医生说了，我家耀祖是食物中毒了，今天他吃了你得肉包子后就这样，你必须得负责。乔医生，你确定这孩子是食物中毒？楚离肯定自己做的肉包子没问题，要是有问题的话，江冬梅家的2个孩子应该也吃出问题来了，而且那么多的战士们都吃了，所以楚离觉得乔家误诊的可能性比较大。霍团长家的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想推卸责任，不想给我家耀祖交医药费吗？你闭嘴！什么推卸责任？这件事我有什么责任？虽然你年纪大，我让着你，但是你再给我聒噪，本小姐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楚离瞪完了周大娘，又看向了乔家。医生，病人的症状最好再好好的诊断一下，不同的病因治疗的对策不一样，治疗的方法不对，不光是没有任何的效果，而且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我觉得这孩子的症状不像是食物中毒，而像是急性阑尾炎。楚同志，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判断。就是霍团长家的，人家乔医生是专业的医生，他的判断你都不信，你想推脱责任就直说，还扯这些有的没的。我们不信乔医生的，难道信你不成？楚同志，你不是医生，这种事我建议你还是听从专业医生的判断。专业的医生，就你这种水平，还是别来医院祸害人了。看个病都没诊断对，病人到了你手里，你确定是给人看病还是害人性命？楚同志，你这是故意抹黑我的能力，你必须得给我道歉。我是不是抹黑你？你把医院最厉害的肠胃科医生喊来诊断一下，若是我错了，我跪下来给你道歉；若是你错了，你得在医院大喊几声你是废物。乔家见楚离这么狂妄，他也想看这女人跪下来给自己道歉。行，楚同志，那我就喊我们医院的肠胃科张主任给孩子诊断，看看到底是你这个业余的人说的对，还是我这个专业医生说的对。在张主任的一番诊断之后，当即皱着眉头道：这孩子是急性阑尾炎，得赶紧安排阑尾炎手术。听到张主任的话之后，乔家懵了，周大娘和葛爱梅也有些懵。张主任，我家耀祖不是食物中毒了。谁和你说食物中毒的？孩子的症状和食物中毒的症状区别大着呢，没事别自己瞎诊断，听医生的就行了。可是乔医生说了，我家的孩子是食物中毒了。张主任有些失望地看了眼乔家。乔医生，你平时进修学习都学到了哪里去了？这么明显的区别你都判断不出来吗？乔家此时喉咙像是被人扼住了一般，想到自己和楚离的那个赌约，乔家的胸口更堵了。张主任，那我家耀祖好好的咋突然的急性肠胃炎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和吃东西有关系吗？周大娘这么问，主要还是想将脏水让楚离的身上泼。和吃什么东西关系不大，主要还是自己身体的原因。你们家长这边赶紧商量决定一下，我建议早点给孩子进行手术，烂尾不切除孩子会一直疼下去。张主任，我家耀祖这样真的和吃什么没什么关系吗？这要是和吃什么没关系的话，咋赖上楚离？咋让楚离出医药费？都说了关系不大，大娘你别老是问这些无关紧要的，你们赶紧考虑一下我给的建议，我这边也好早点给你们家孩子安排手术，你们早点解决问题。楚离则是等着张主任交代事情后道。张主任，不知道您能帮着我开一个证明不？开什么证明？关于这孩子病情具体情况的说明。今天这家的孩子从我手里抢走了2个肉包子，孩子吃完了之后肚子疼，非我是我的肉包子有问题，让我对他们家孩子负责。您帮我开个证明，回头我好找部队的领导理论一下，为自己讨要一个说法。张主任听了楚离的请求，他很爽快地给楚离开了证明。乔医生咋样？之前咱们约定的事情，现在还作数吧？见乔家不作声，楚离又开讽刺道：怎么了，乔医生？答应好的事情你做不到呢？想当赖皮狗呢？作为医生，你的能力不行也就算了，没想到人品也不行，连信用都不守，一个德性双失的人，又有什么资格来医院当医生？于是，在楚离的催促下，乔家来了医院的大厅，大喊了3声：我是废物，我是废物，我是废物。他被周围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乔家觉得这次自己丢人脸丢尽，都是楚离这女人害的，抢我喜欢的男人不说，现在又害得我颜面扫地，以后我一定会报复回来。这下子你满意吧？呵呵，自己扎打赌输了怪谁呢？楚离和江冬梅一起走出了医院。楚离妹子，你未免也太牛了吧，好像就没你不懂得不会的，人家乔医生作为专业医生都看不出来的毛病，没想到你看出来了。嫂子过奖了，我这就是有点涉猎。对了，江嫂子，若是军属们发生了矛盾，该去找部队的哪个领导讨要说法？一般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都是找政委做主的，政委就是负责部队的思想工作、作风等问题。看到楚离进来，陆政委还是很尊敬很客气的，因为陆政委已经从谢市长那边得知了，这丫头厉害着呢，这一次成功的帮着他们改进了雷达。楚同志，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陆政委，我今天有件事找您，是希望您给我做主评理的。啥事儿？楚同志你先说。楚离便将事情发生的经过都和陆政委详细的说了一遍，又掏出来了医院医生开的检查报告。等陆政委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当即表示道：楚同志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对于周参谋一家的行为，
我会进行严厉的批评，回头我再让他们上门给你道歉。好，谢谢陆政委，您真是一个好领导。吃过了晚饭，楚离便听到了敲门声。楚同志，我带着我爱人和我娘来给你道歉的。周参谋，你娘和你爱人做了什么？要给我媳妇道歉？被霍一晨问起来，周参谋心虚的说不出话来。楚离见周参谋不说话，当即便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霍一晨。周参谋，你爱人和你娘这么欺负我媳妇儿，你这边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霍团长，我现在过来找楚同志，就是想对今天的事情有所交代。这一次是我娘和我爱人做的有些过了，非常对不住，我先对楚同志表示抱歉，都怪我没有做好家庭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现在我让我爱人和我娘亲自对楚同志道歉。周参谋说着，便给周大娘和葛爱梅都使了一个眼色。楚同志，今天的事情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在这里郑重的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要和我们计较，可以原谅我们吗？你们的道歉我接受了，不过原谅是不可能原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能离我远点，别来我跟前碍眼就行了。楚同志，我们都和你道歉了，你还想咋样？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呀！周大娘刚数落完楚离，一旁的霍一晨就抡起来了拳头，砸在了周参谋的脸上。周参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道歉？我看道歉就不必了，就你娘这样的态度，一看就没真心觉得自己做错了，所以还是别来我媳妇儿跟前惹她生气。霍团长，你们两口子怎么都一个样呀？都是不讲道理的。我们婆媳俩都来给你媳妇儿道歉了，认错了，她也不领情，你更过分，竟然直接拳头抡我儿子，欺负人也不带你们这样的。叶安，霍团长说的没错，咱们确实不够有诚意，赶紧给霍团长还有楚同志再道个歉。虽然周大娘不讲道理了一点，但是对于儿子的话还是比较听的。周大娘和葛爱梅继续冲楚离以及霍一晨道了歉，等他们一走，楚离才看向了霍一晨。霍一晨，你刚才对周参谋动手，不担心挨处分吗？人家要是闹到领导那里去怎么办？黎黎就算是被上面处分了，那我也不能看着你受欺负受委屈。周参谋家这么过分，我总归得讨要点利息回来。我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对两个娘们动手，但是揍周参谋一拳出气很有必要。霍一晨你真好。你是我媳妇儿，我是你男人，对你好保护你，不让你受委屈是我该做的事情。楚离听到霍一晨的话，随后在他的耳边低语了一句：晚上奖励你。霍一晨听了楚离的话，双眼瞬间放光。媳妇儿，这可是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我先去烧水洗澡了，你那边也快一点。好嘞。一夜过后，第二天楚离扶着腰起床的，吃完早饭，楚离去了市里一趟，给原主的父母多置办了一点营养品。霍一晨一休假，楚离便从空间拿出2大包物质，一天一夜后终于到达了海岛农场。霍一晨和楚离走到海岛农场门口，便被门口的守卫人员拦住了。两位同志，这儿是农场种地，不能随便进入。这是我们两人的文件证明，我们是来探亲的。守卫的小战士仔细的核对了一遍，确认了没问题后，你们先等等，我去通知我们农场的刘主任一声，如果我们黄主任说没问题了，就带着你们进去。好。很快，小战士通报回来，便见到他身后跟着了一个中年男人。两位同志，我是农场的黄主任。方才刘主任看到了霍一晨和楚离带来的证明文件，知道楚离拿的是谢师长开的介绍信，能让谢师长亲自帮忙开介绍信，便能知道来的人不简单。刘主任您好，我是楚先旭和安音女儿楚离，这是我爱人霍一晨，我是国家特聘的初级翻译员，我爱人是海岛兵团的团长，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明。幸你们符合探亲的条件。楚先旭和安音在看到楚离的同时，楚离也看到了他们，或许是原主身体残留的情感。楚离在见到两人这样后，鼻子瞬间一酸，眼眶也跟着红润了起来。爸妈，于是一家3口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刘主任等着他们的情绪稳定后，今天下午让楚先旭同志和安音同志休半天的假，让他们家人团聚团聚。好的，刘主任。刘主任，谢谢您。客气了，既然你见到了你的父母，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来和我说一声。好，刘主任，您忙您的吧，不打扰您了。黎黎，你怎么好好的来到了海岛？还有你和霍一晨这孩子是什么情况？这一次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我一个女同志在京市不安全，容易被人盯上，所以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听从你们的安排比较好，所以我就来了海岛，找到了之前你们给我安排的订婚对象霍一晨。前段时间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现在是合法夫妻了。这一次我们是特意来探望你们，还给你们送点物资过来的。好，黎黎，你能想明白，愿意嫁给一晨这孩子是好事。是啊，你嫁给他，爸妈也能安心了，不然一直惦记着你那边的情况呢。霍团长，谢谢你娶了我们家黎黎，愿意照顾她。在楚先旭和安音看来，霍一晨完全是接受了他们老朋友的嘱托，帮忙娶了楚离的。霍一晨娶了楚离，肯定做出来的牺牲可不小。爸妈，你们不用谢我，黎黎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姑娘，能够娶到黎黎，能有机会照顾她，这是我的荣幸。对，爸妈，你们谢她做什么？能够娶到我，是她8辈子修来的福分，她高兴都来不及呢。是，你是一个优秀的姑娘，不过人家一晨也不差，既然你选择了嫁给他，那就得好好的和人家过日子，别辜负他。好，妈你放心吧，我既然和他领证结婚，自然会好好的过好日子，只要他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肯定也不会辜负他。安音看着眼前的闺女，觉得她比之前成熟稳重了不少。接着楚先旭和安音又询问
问了一下霍一晨老领导的情况。他离开了部队。感受到了父母低沉的情绪，楚离安慰道：爸妈，你们别太担心了，你们能在这儿撑下去，想必殷伯伯也能支撑下去。等回头有机会了，我和一晨想点办法，看看能不能也给殷伯伯那边送点物资过去。呵，黎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帮衬一下你殷伯伯。妈放心吧，我会的。就这样聊着聊着，不知不觉中都快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妈，咱们这儿有锅吗？我去给你们做点晚饭。没有，咱们没有单独的锅具。到了吃饭的时间点，吃的都是大锅饭。见安音说这边没有单独的灶具，楚离便皱起来了眉头。黎黎，就算咱们家有单独的灶具，那也不能单独开火吃。农场这边大家都是一起吃大锅饭，吃的都是一样的。若是你单独开火吃饭，吃的差点儿倒也罢了，但是吃好点儿就容易被人嫉妒。但是你话说回来，这要是吃的差点儿，压根就没有一起吃的必要，是不是？安音不说，楚离倒是忘记考虑到农场这边的情况了。农场和其他的地方确实不一样，大家都在这边过苦日子，你要是单独在这边过好日子，免不得被人记恨。这么说来，我不光是得让自己的父母过上好日子，最好是能改善农场这边的条件。可农场这边的条件又怎么可能说改善就能改善的呢？或者将他们接到部队。不过父母的身份情况特殊，想要办到这件事，只有自己足够努力，在高层眼中有足够的分量，才能让上面松口答应。黎黎，你也别太担心爸妈了，来了这边这么久，我们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苦一点没事儿的。虽然吃喝方面的和别人一样，但是你送的这些营养品我们可以偷偷的吃。楚离听到安音的安慰，心里好受了点。就在这时，一个小战士来了。刘主任让我来通知你们，几位晚饭过去干部食堂吃饭。听到小战士的通知，楚先旭和安音都十分的惊讶，没想到刘主任竟然将他们安排在了干部食堂吃饭。他们寻思着是不是沾了自家女婿的光。好，我们现在就过去。四人一道，朝着海岛农场的干部食堂方向过去。主任麻烦您了，竟然还安排了饭菜招待我们。客气了。霍团长楚同志大老远的过来，我们农场安排一顿伙食招待是应该的。不过我们农场的条件有限，只能弄出这些菜招待。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霍团长和楚同志见谅。刘主任，我们已经叨扰你了，哪里会觉得招待不周？而且农场这边的条件我们也很清楚，本就不比其他的地方富庶。说到这个，刘主任也跟着叹了口气。是啊，咱们海岛这边的资源条件确实很差。楚离看到刘主任的反应，见他提到农场的情况时，眸子里明显的哀伤，看得出来，这个刘主任并不是什么心狠之人。都赶紧吃饭吧。这顿饭并不丰盛，主食是杂粮饭，菜是没什么油水的素菜，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一盘子海鱼。这已经是农场这边最拿得出手的伙食了，可见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在农场待的这几天，看看能不能找到改善农场生活的出路。第二天一早，楚离来到干部食堂，从空间拿了点米和面粉出来，熬了点白米粥，又摊了一些葱花饼。琳琳，这是你做的还是一晨做的？爸妈，这当然是我做的了。你们离开京市后，我都得靠自己，为了能让我自己吃得好点儿，我特意找了一位国营饭店的大厨，跟着人家后面学习了厨艺。怎么样，我现在的厨艺还不错吧？不错，没想到我家黎黎都会做饭了，而且还做得这么好吃。楚先旭和安音吃着楚离准备的早饭，吃着吃着，眼眶就红了起来。爸妈，虽然我知道我做的饭菜很好吃，可是也没到好吃到哭的这种程度吧？爸妈就是觉得我们家黎黎现在长大了，成长了不少。这段时间爸妈不在你身边，你吃苦了。爸妈，对比你们在农场的日子，我过的日子已经很享福了，你们不用心疼我，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倒是你们在农场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楚离在农场这边逛了一圈，了解了农场这边的情况后，又去了附近的小渔村逛了一圈，买了20个鸡蛋，1只老母鸡，还有一些海鲜。等着午饭做好了，楚离还特意和农场的干部们说了声，让他们一起来吃饭。看着桌子上摆放的丰盛的饭菜，刘主任等几个农场的干部也被这样伙食给震惊到了。楚同志，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对，刘主任，这些都是我做的，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觉得合口味不？没想到楚同志的厨艺竟然这么好呢。是啊，楚同志这厨艺真绝了，比咱们食堂的大师傅做的好吃多了。别说比咱们食堂的大师傅做的好吃了，我看比我吃过的国营饭店的大厨做的还好吃。等吃完后，楚离在和农场的干部闲聊中才得知，最近他们的任务重，现在都愁得很，担心完成不了椒盐任务。如果几位领导相信我的话，我倒是可以帮着咱们海岛农场完成这一次的椒盐任务。楚同志，你是真的有法子帮着咱们农场完成产盐任务吗？对，如果刘主任您这边能信任我，配合我的话，别说30吨盐，就算翻倍的任务也没什么问题。刘主任现在没别的法子，再过不了几天就到了椒盐的时间，就算农场这边的人员连天加夜的干，肯定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好，楚同志，你若是真的有法子的话，我们农场这边自然全力的配合你。楚离便将自己的设计图纸交给了刘主任，随后便让刘主任去帮忙安排解决这件事去了。晚上楚离选择做的是腊肉焖饭，还煮了一锅紫菜蛋花汤。想到父母的身体情况，
楚离便往紫菜蛋花汤里面加了点灵泉水。爸妈，今晚吃腊肉焖饭，咱们简单的对付一顿。这可不是简单的对付一顿啊，这饭看着就很香。哈哈，爸妈，我煮了不少，你们都放开肚子赶紧吃，多吃点。喝完紫菜汤后，楚仙旭和安音都觉得自己精神了不少，他们明显觉得现在的身体状态对比之前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2天吃的有营养，我觉得今天身体舒服了不少，精力好了许多。我也觉得现在身体比之前舒服太多了，没想到有一天咱们俩人能被闺女照顾得这么好呢。两人自然不知道，他们精神突然变好，可不光是因为吃得好了，最主要的还是楚离偷偷的给他们喂的灵泉水有效果了。第2天，按照楚离改进的制盐方法，这次一批直接产出了5吨海盐，刘主任等人都惊呆了。楚同志，你可真厉害，没想到真的做成了。刘主任，看来咱们海岛农场往后非常适合发展盐化工业，我觉得往后您可以多安排人员，侧重来生产。好，楚同志，这个我知道，这一次还是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这边可没有相关的技术以及生产设备。刘主任，您客气了，能为咱们农场出一份力是我的荣幸，您不用感谢我，要是真的想感谢我的话，往后好好照顾我父母就行了。我明天可能就得回去了，到时候肯定照应不到他们，只能拜托刘主任您这边多照看些。这一次来农场，耽误了楚离和霍一晨不少时间，如今解决了海岛农场这边往后的盐化工产品的生产问题，楚离是时候得准备离开了。楚同志，你放心，我们农场一定会帮着照看好你爸妈，在我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最大的便利。得了刘主任的承诺，楚离便放心了，他还给刘主任再交了一份资料过去，这资料上写明了如何生产制作这些盐化工产品，如何操作设备，如何利用粉碎后的岩石膏改良农场的盐碱地，如何利用岩石膏和石灰结合做成石膏板。有了这些资料，即便楚离不在农场，问题也不大。刘主任拿着这些资料，肯定能将农场这边发展好。楚同志，我代表我们海岛农场所有人员替你道声谢，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刘主任，我早说了，您不用同我客气，海岛农场发展的越来越好，我父母在这边也就生活的越来越好。我给咱们农场做了这些规划发展，也是有自己的私心在里面的。听到楚离这样坦坦荡荡的话，刘主任对这丫头的印象更好了。这时，只见霍一晨和2个小战士们抬了2头大野猪过来。刘主任，这是我们这趟上山的收获，霍团长真厉害，枪法特别准，要不是他在，这2头野猪我们肯定打不准，多亏了霍团长，咱们收获了2头大野猪。听到小战士的话，刘主任看了眼霍一晨，又看了眼楚离，这对夫妻还真是我们农场的福星啊，一个帮着海岛农场改进制盐技术，一个帮着打到了野猪，让农场的人终于可以开荤。刘主任连忙冲霍一晨道了谢。霍团长，谢谢你的帮助，我们农场的人好久都没吃上肉了，要不是你，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呢。虽然刘主任同几个农场干部一道跟着楚离吃了顿肉，但是农场的其他战士们确实好久都没吃上肉了，如今得了2头野猪，农场的人确实能好好的吃几顿荤的补补身体。刘主任，不客气，举手之劳的事情罢了。忙了一天，楚离想着他和霍一晨准备离开了，临行之前自然得和父母好好的吃上一顿，又用装油桶灌满灵泉水，叮嘱父母一天喝上几口就可以。楚仙旭和安音想到闺女和女婿明天就要离开了，心里依旧有些舍不得。爸妈，你们不用太难过，不用太想念我，等我有时间了，我就会来看望你们，而且你们在海岛农场这边只是暂时待一段时间，等回头我会想法子帮你们弄出来的。听到楚离的安慰，楚仙旭和安音心里好受了点。第2天，楚离和霍一晨到达海岛兵团时，已经临近傍晚了。坐了1天的车，楚离觉得自己脑子都晃晕乎了。他喝了杯灵泉水，灵泉水下肚，终于觉得胃里的恶心感消散了不少。接着他来到后院的菜地里，因为灵泉水的浇灌，西红柿的生长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么多西红柿，自己家肯定吃不完。于是楚离打算吃完晚饭，给自己关系好的几个嫂子送点过去。见霍一晨看着自己，也不动筷子，楚离便道：霍一晨，你看着我做什么？你不吃吗？是觉得不合胃口？不是媳妇儿，合胃口的，我就是觉得媳妇儿你给我盛了好多，你给我吃这么多，不怕我把咱家吃穷啊？为什么怕？我又不是养不起你。放心吧，往后咱们生活上不用太拮据了。如果你的工资津贴不够花的话，还有我呢，我也能挣钱，不是只靠你一个人。你可别忘了，我还接了翻译的活儿，上次光是一篇翻译的稿费，我都拿了230多块。霍一晨知道楚离现在是初级翻译人员，但是没想到楚离的翻译稿费这么高。好，我家媳妇这么厉害，那我以后可就指望我媳妇养着我了。没问题，你只管吃，吃再多我也能养得起。楚离想到空间里囤的那宝贝，这话说的那叫一个底气十足。媳妇儿，这西红柿鸡蛋面比普通的面条味道更好。咱家后院种植的西红柿味道挺不错的，不光是煮面条好吃，而且生吃也好吃。等会儿你可以尝尝。李李，为什么我觉得你什么都会？自家媳妇长得好看，会外语翻译，会搞的科研，会做饭，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竟然连种菜都会，
楚离对上霍一晨那双崇拜的眸子，傲娇地抬起来了下巴。因为你媳妇优秀呗，还能因为什么？人脑子聪明是有好处的，很多东西一会就会，一点就通。虽然自家媳妇在自己面前是一点都不带谦虚，但是霍一晨觉得此时带了点小傲娇的媳妇还挺可爱的。楚离拿着西红柿给江冬梅几个关系好的嫂子送了过去，几人尝了楚离送来的西红柿的味道后，都被楚离种出来的西红柿味道给惊艳到了。楚离妹子，为什么你家种的西红柿味道这么好，比我们家西红柿种的要好吃多了？你这是有什么特别的种菜方法吗？楚离自然不会说灵泉的秘密，只随口编了一个借口。楚离在浅水区放了几滴灵泉水，没一会各种海鲜、大黄鱼、小黄鱼都聚集在一起。1个多小时的路程，一行人说说笑笑的到达了海边。楚离妹子，我原本以为这么长的路程，你走过来肯定会嫌弃辛苦呢，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一路走过来竟然没喊累。我原本也想着这么远的路，楚离妹子能不能走过来，没想到楚离妹子也就表面上看着娇弱，实际上一点都不娇气。楚离妹子咋可能娇气？你们难道不记得了？当初楚离妹子可是能砍死野猪的水平，可比咱们厉害多了。哈哈，是啊，这要是不熟悉的，肯定以为楚离妹子是个娇气的姑娘。就在楚离和江冬梅几人感慨今年捡到的海鲜太少时，没想到遇到了蒋小红和她的嫂子。看到楚离背篓里那么点海货，蒋小红顿时就来了点优越感。不就是多捡了点海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有法子弄到更多。楚离当即拉着江冬梅几人去了浅水区，他们在浅水区遇到了各种海鲜，几人捡满了海鲜，才从浅水区上来。楚离妹子还真是有福气的，咱们跟着楚离妹子，没想到弄到了这么多的海鲜。是啊，我赶海了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捡到这么多海鲜。没想到楚离妹子还自带锦鲤气运呢，跟着她后面，咱们都来了一个大收获。楚离听着这几个嫂子的感慨，不由得心虚起来。哪里是有什么锦鲤气运，纯粹是空间灵泉水的功效。楚离晚上做了一顿海鲜大餐，两人吃饭时，霍一晨和楚离主动提了一件事，那就是过2天他要外出任务了。好，那你过去后得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看情况应该比较危险，你必须多注意些。吃完饭，楚离跟霍一晨准备了一些吃的。霍一晨，这是给你准备的，你路上可以带着吃，外面的伙食肯定不好，带上这些你的伙食条件多少能改善点。所以看着楚离给他准备的这些出任务时吃的东西，霍一晨感受到了自家媳妇对他的关心，心头暖暖的。媳妇儿，你对我真好，我肯定是上辈子做了不少的好人好事，这辈子才能遇到你这样的媳妇儿。你是我男人，我当然得对你好了，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不过你得记得我对你的好，往后同样需要对我好。那必须的，你是我媳妇儿，往后便是我最重要的人，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霍一晨说着，看着楚离的目光也越发的炙热。对上霍一晨这样的目光，楚离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男人心里在想什么？第2天一早，霍一晨便早早的起来了。楚离因为昨晚被折腾得太久，眼皮都有些睁不开。媳妇儿，你不用起来，继续睡会儿。好，霍一晨，那我继续睡会儿，你路上保重。你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楚离起床后直接进了空间，之前他在空间种上的蔬菜和水果都已经结果成熟了。他尝了一口西瓜，那清甜的味道更是让楚离满足的眯眼。这西瓜绝对是我活了2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西瓜了。看着空间里结出来的西瓜，估计有个几十上百个。这些西瓜要是吃不完，可就浪费了。楚离决定下回再去市里时，将空间里的西瓜拿几个出来，回头就假装是从外面买回来的，给几个嫂子送过去。第2天，楚离便去了一趟市里，等回来时，手里提着好几个大西瓜。楚离给江冬梅几人一人送了一个过去。看到楚离送来的西瓜，江冬梅几人都有些不好意思收。几位嫂子不用和我客气，我今天运气不错，遇到了一户人家自己菜地里种的瓜，这几个西瓜便宜得很，我买回来想着你们家的孩子舔舔嘴，这大夏天的吃点西瓜很清凉解暑。这时便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叫嚷声：你个小贱蹄子，不要脸的玩意儿！我好心想着帮你介绍部队的军官，想让你以后嫁得好点，你倒好，竟然和你姐夫眉来眼去的，你连自己的亲姐夫都想偷，你要脸不要脸啊？好意思不？其他的几个嫂子也互相看了眼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吃瓜的兴趣。这什么情况？张嫂子的妹妹真和自己姐夫搞上了吗？要是没有的事情，她咋可能嚷嚷？编排出这种话来，肯定是发现了什么端倪了。我的乖乖，这要是真的，那可真是惊天大瓜啊！呵呵，就张雪玲那样的人，真引狼入室了也是她活该。她又不是什么好人，上次差点害死我们，这种人要出什么事情了，只能遭报应了。江冬梅拉着楚离一道去凑热闹，于磊见张雪玲这样的瞎嚷嚷，还引来了不少家属围观，当即冷着脸道：
你瞎说什么呢？燕燕是你的新妹子，我是她亲姐夫，咋可能和她有什么？没有的事情你别胡思乱想，也别嚷嚷，这要是让人误会了，还不得觉得我生活作风有问题。就是啊，燕，你肯定误会了，我和姐夫咋可能有什么？你是我姐，我惦记谁也不能惦记我亲姐的男人是不是？更何况你还对我这么好，我不可能做出这么没良心的事情。婆婆，我误会了，我咋可能误会了？我可是亲眼看到你们两个人抱在一起了，你们两个都没良心，竟然背着我搞出这样的事情，你们还不是人啊？燕，你误会了，那是因为我不小心脚滑了，差点摔在了地上，姐夫是为了拉我一把，我们才不小心抱在一起的。是啊，雪玲，我们抱在一起纯属意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有那么巧吗？你们正好出意外抱在了一起，正好又被我看到了。反正事实就是这样的。张雪玲，没证据的事情你别胡乱猜测，你这样不光是影响到燕燕的名声，你也会影响到我。明明没有的事情，被你这样一闹，上面的领导还以为我真做了。我要是被开除部队，你就高兴了是吧？于磊的这番话终于把张雪玲说清醒了，张雪玲不再闹了，这件事算是接过去了。吃完了瓜，江冬梅几个嫂子打算回去吃楚离送的西瓜。你们觉得这于连长和张燕燕到底有没有那关系？两个人到底搞上了没？应该不至于吧？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可是亲姐夫。张雪玲的妹妹惦记谁不好？惦记自己的姐夫啊。那可说不准了，有的人可没什么道德感。我们老家姐夫和小姨子搞在一起的就有。真有啊，这么亲近的关系，搞在一起咋好意思的？这有啥？姐夫和小姨子搞在一起都算是好的了，还有儿媳妇和公公搞在一起的，这才叫恶心呢。我老家就有一个儿媳妇和自家公公搞在一起的，和自己的男人生了一个，结果和自己的公公也生了一个，他生下来的2个孩子又是兄弟又是叔侄的，你们说是不是乱套了？听到王大妮说的这个情况，楚离觉得自己的三观也被刷新了。刚到家，他又听到了敲门声。谢师长，您找我有事儿啊？楚同志，根据我们气象部门的检测，估计明天台风就得登陆我们这边海域了，到时候肯定是狂风暴雨，是咱们检测雷达技术的好时机。行，谢师长，那咱们什么时候过去实验室那边？最好你下午就跟我一起出发，先去研究所那边，台风也许夜里就会登陆，等台风正式登陆了，咱们再去可就不方便了。行，谢师长，那我这边准备，下午您来接我，我跟您提前去研究所。那行，楚同志，下午我再过来接你。好。下午楚离跟着谢师长离开的一幕正好被乔佳佳看到了。楚离就是一个普通的局属，为啥和谢师长坐上一辆车啊？现在霍以晨又正好出任务不在部队，莫不是楚离和谢师长有什么吧？楚离在盯着屏幕检测的时候，突然皱起来了眉头。这是雨滴干扰，以前经常这样的。不是雨滴干扰，这不对劲儿，雨滴回波的间隔随机，但是这3个不是，你们看每12秒整，这是有规律的。楚离的眉头再次皱紧，随后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这个速度属于美军的 S2 反潜机的巡逻巡航。谢师长，水下应该有情况。有情况？有什么情况？楚离继续在记录的纸上画了起来，随着他拿笔连起来了纸张上的红点点，便见到一个标准的反潜搜索阵型浮现出来的。谢师长，对方不是演习，而是美军在搜索我们的潜艇。谢师长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件事已经不是他能处理的，必须赶紧上报高层。下午，谢师长找到楚离。楚同志，这一次真感谢你发现了问题。经过我们这边的调查，确认了美军那边安排了反潜机跟踪搜索我们华国的潜艇。谢师长，您客气了。作为华国的一份子，我自然也看不得外国威胁咱们华国的安全。有国才有家，正好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保障，我们每一个华国人的人身安全才有保障。谢师长听到楚离的这番话，看着楚离的眼神中带着更多的钦佩。楚同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是因为你的提醒我们才能发现问题的。这一次的事情很重大，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一些机密，所以你这一次确确实实的是立了功，到时候我会和高层申请给你请功的。正好这一次你帮忙改进了咱们的雷达水平，也是一份很大的功劳，肯定是会受到上级的奖章。谢师长，那这事儿就先谢过您了。你这丫头说什么客气话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霍以晨那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所以娶了你这样一个厉害的媳妇儿。谢师长，我的运气也不错，霍以晨挺好的，要长相有长相，要能力有能力，我嫁给这样的人不亏是不？对，不亏，你和霍以晨那小子天造地设的一对。谢师长心里盘算着，等回头部队有升迁的机会时，尽量的让霍以晨这小子往上升一升，这小子在部队发展的越好，楚离就越会留下来。
台风刮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停了下来。这时楚离听到了敲门声。嫂子，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事情，就是想问问你这边房子有没有被台风影响到，有没有哪里损坏了。霍团长不在家，如果你家房子有哪里损坏，我让我男人帮你修一修。嫂子，我家还算幸运，台风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坏，所以没什么需要修的地方。那好，你家运气不错，我家的玻璃窗户都被吹烂了一块，现在得换新的呢。嫂子，那你家没人受伤吧？东西坏了没什么，最重要的还是别受到什么人身伤害。没有，人都挺好的，还好躲得及时，不然还真被玻璃给伤到了，只能说不幸中的万幸吧。我听说咱们家属院就有人受伤了呢，对比起来，我家这都算情况很好的了。楚离将被台风刮倒的花草扶正，再给他们补浇了一点灵泉水。这天，楚离终于等霍一晨执行任务回来了，可是没想到这一次霍一晨竟然受伤了。嫂子，霍团长这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小心被砸断了右腿，现在已经被送到咱们军区医院做手术了。楚离听到秦风过来汇报的这个消息后，只觉得双腿一软。嫂子，你没事了吧？你冷静一下，咱们霍团长福大命大，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咱们军区部队这边医疗条件还不错，军区医院里有好几个老专家，肯定能够治好霍团长的腿。楚离飞快地奔到了军区医院。此时，霍一晨正在一间手术室里做手术。终于，在漫长的等待结束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医生同志，请问我爱人霍一晨的手术成功了吗？很成功。这一次霍一晨他运气不错，没有伤到要害的部位和肌肉。楚离听到霍一晨没事了，可算是松了口气。虽说手术成功了，但是往后也得注意休息和恢复。要是恢复的不好，再扯动了伤口，那么保不准还可能留下后遗症。嫂子，要不你回去休息吧，陈哥这边有我们在，我们帮着照看就行了。是啊，嫂子，陈哥这一次摔断了腿，估计拉屎拉尿都得在床上，这种活儿干起来肯定很累，还是我们来帮着照看一下霍团长吧。不用了，谢谢你们这么关心霍一晨，也谢谢你们愿意帮助我分担。不过我觉得我是霍一晨的妻子，如今他出现了这样的意外，作为妻子，我更应该在他身边帮忙照顾他，而不是麻烦别人。嫂子，那陈哥这边你先照看着，如果觉得一个人照顾起来有些吃力的话，你就再去喊我们，到时候我们一起帮着照应一下。那行，如果回头我一个人照看不开的话，就喊你们过来帮忙照顾一下。楚离见霍一晨脸上有些脏兮兮的，他便决定打盆水过来。一出病房，正好遇见了乔佳佳。楚离，你这个扫把星，霍团长在没和你结婚之前出任务都好好的，结果和你结婚了没多久，第一次出任务就受伤了。要说我，你就是克夫的命。霍团长娶了你这样的女人真倒霉。楚离听到乔佳佳嘴里蹦跶出来的话，当即也不和这女人客气，上前就直接抽了一个大逼斗过去。楚离，你别太过分，凭什么对我动手？我要举报你故意伤人。乔同志，我对你动手，那是在给你上思想教育课，这都新华国了，你还说什么克夫不克夫，把封建迷信挂在嘴边呢？看来你的思想觉悟跟不上，还搞封建那一套。就你这样的思想认知，你有资格当医生吗？我劝你识趣点的就闭嘴，赶紧滚出我的视线范围内，不然我就去找你们领导谈一谈，到时候不是你举报我，而是我举报你了。乔佳佳一听楚离这话，脸色瞬间白了一瞬。他知道现在被扣上这样的帽子很严重，一旦让单位认为你的思想觉悟有问题了，批评教育都是轻的，很有可能丢了工作。霍一晨没想到自己一睁眼看到的就是守在床跟前陪着他的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样？觉得腿疼不疼？媳妇儿，我这腿医生怎么说？以后会有影响吗？你这次很幸运，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了，只要你好好注意休养，就问题不大。那就好，现在腿有些疼，但是这点疼不影响的。楚离想着可以给霍一晨灌点灵泉水喝，等他喝了灵泉水，自然会好受一些。霍一晨，你渴不渴？我去给你倒杯水。好，媳妇儿，那麻烦你给我倒杯水了。霍一晨，我是你的妻子，你不用和我这样客气。楚离说着，偷偷的从空间里弄了点灵泉水出来兑进去。霍一晨一杯水下肚，喉咙的干燥感不仅没了，而且觉得自己右腿上的疼痛感也减轻了许多。霍一晨，你饿了吗？我回去给点吃的送来吧。媳妇儿，你去食堂随便给我买点吃的就行，不用那么辛苦回去做。没事儿，医院和家属院没多远，多走几步路的事情。你想吃什么？我回去给你做。媳妇儿，都行，只要是你做的，我都爱吃。那行，你先好好休息，我做好了饭菜就给送来。楚离回去后，从自己的空间里拿出来了一吊五花肉，做了3菜1汤，给霍一晨送了过去。吃饱喝足后，楚离便让霍一晨躺下来休息休息，趁着陪护的空闲时间，正好用来做翻译工作。不知不觉中便到了晚上。霍一晨，你一个人在这边继续休息一会儿，我回去做晚饭。好，媳妇儿你去吧。霍一晨，你和中午一样，还是随便做几道菜就可以吗？媳妇儿，你做的菜都很好吃，随便看着做。那行，我随便给你整点儿。楚离说着，便先回了家属院。他从空间里拿了1斤羊肉出来，打算包点羊肉馅儿的饺子。
另一头，乔佳佳利用职务之便，关心地询问霍一晨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帮忙的地方。乔医生，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这边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不劳你操心了。乔佳佳正张嘴还想说什么的时候，便听到霍一晨道：乔医生，我想休息一会儿，如果你这边记录做完了，能先出去吗？那好吧，霍团长，你好好休息，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再喊我。乔佳佳刚想离开时，便见到了一旁桌子上摆放着的一本外文书籍，这上面的文字不是中文，也不像是英文，有些像法文。这病房里咋好好的出现了外文书籍？在这时候，外文书籍就是禁书。乔医生，你出去的时候，麻烦帮忙将我的房门带上，可以吗？乔佳佳只好先出了病房。霍一晨都这样的情况了，这书肯定不是他看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书是楚离看的。这时候审查严明的情况下，公然的看外文书，这要是举报了，楚离肯定别想逃脱惩罚。乔佳佳这么想着，眸子里闪过了一抹狠戾，似乎已经预见了楚离的悲惨下场。霍一晨吃得正欢时，便见到秦风进来。你怎么来了？陈哥，我下午睡了一下午，这会儿我觉得人精神了不少。我想着嫂子毕竟是娇滴滴的姑娘，在医院陪床不合适，所以我便来了这边，想着我晚上给陈哥你陪床，这样嫂子回去也能好好的休息休息。往后嫂子白天来照看，我晚上来照看，这样有个轮班的时间，大家都不辛苦。李李，我觉得秦风的提议不错，晚上你回去家属院休息，让他在病房这边陪着我。那行，秦同志，要是你觉得晚上辛苦了，身体受不住了，你和我说一声，晚上我再自己守着你们霍团长。嫂子不会的，我们团里的战士多着呢，要觉得晚上照顾陈哥辛苦的话，那就挨个儿来守，一人熬一晚，总不会觉得累了。那也行，那就辛苦你们了。嫂子不辛苦，我们战士们之间就讲究一个互帮互助。陈哥这一次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就该多照应这些。楚离和秦风聊完了这件事，便又关心地冲他询问道：秦战士，你晚上吃过了吗？提到吃东西，秦风便被香喷喷的肉馅的饺子给吸引了。天知道，他刚进屋的时候都快被馋哭了。吃是吃过了，但是闻着嫂子做的饺子，还是觉得肚子有些饿。我给你们霍团长包了不少饺子，多的没有，这一碗还是可以给你匀出来的。秦同志，你赶紧趁热吃。好，谢谢嫂子，还是嫂子对我好。不客气，要说感谢的应该是我才对，要不是你，今晚我就只能在医院这边陪床了。等尝到了饺子的味道后，秦风直呼好吃。嫂子，你包的饺子味道真不错，太好吃了，我在国营饭店里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你这厨艺真的比大厨还要好，还是我家陈哥有福气，娶到了嫂子你厨艺这么好的媳妇啊。听到秦风的赞美，楚离心里很高兴，便让他回头有时间可以去他那边吃几顿。好，嫂子，等我陈哥出院了，到时候我肯定会过去多蹭几顿，还是嫂子大气，我陈哥就不如嫂子这样大方。霍一晨又白了秦风一眼，这小子整天只惦记着吃，就这么点出息。霍一晨见时间不早了，担心自己媳妇儿太晚回去会耽误休息，于是便冲楚离道：媳妇儿，你先回去休息吧，时间不早了，这边还有秦风在呢，你不用操心这边的情况。那行，秦风，这边就麻烦你照顾了，我先回去了，明天你们不用买饭，我做好了早饭给你们送来。第二天一早，楚离熬了青菜瘦肉粥，再做了几张香酥鸡蛋饼，又从空间里拿出2个咸鸭蛋，便提着饭盒前往了军区医院。嫂子你来啦。秦同志，辛苦你昨晚陪床，照顾你们霍团长。嫂子你客气了，我昨晚陪床不觉得辛苦。还是辛苦你了，我多带了一些早饭过来，你们一起吃。啊，这味道实在太香了，嫂子你的厨艺真绝了，不管做什么都香的不得了，就你这厨艺，要是去国营饭店应聘大厨的话，我看也非常的吃香。秦风一顿早饭吃完，吃得心满意足。秦同志，昨晚你陪护辛苦了，现在我来了，你们霍团长这边我可以自己来照看，你早点回去休息吧。那行，嫂子我先回去了，晚上我再过来这边帮忙。好。秦风走后，楚离又关心了一下霍一晨的情况。霍一晨，你觉得今天身体的恢复好点了没？有没有比昨天舒服一些？腿还有那么疼吗？媳妇儿，我恢复的挺好的，今天明显觉得比昨天好了不少，腿也没那么疼了。楚离见霍一晨的精神状态确实比昨天好了许多，除了休息摄入营养的原因，灵泉水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楚离又给霍一晨倒了一杯水，随后往水里面兑了一些灵泉水进去，叮嘱霍一晨喝水。这时有2个戴袖章的人进来。请问你是楚离楚同志吗？对，我是楚离，请问几位同志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们接收了举报，说你私藏外文书籍，这一次是特意过来调查你的。楚同志，对于这一次你被举报的情况，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说着，这2人便在霍一晨的病房当中搜查起来。找到了。楚同志，针对这本你私藏的外文书，你有什么好交代的？同志，这是我的工作证，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本外文书是我需要翻译的内容，并不是我自己私藏的。这件事情你们也可以去找新华书店的黄主任核实一下，
看看我说明的情况是不是真的。调查人员在看了楚离的工作证明之后，便知道这一次的举报不属实，是举报人闹出来的一个大乌龙。楚离同志，这一次我们经过调查，你这边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好，既然误会解除了，那就没事了。同志，能不能麻烦你们告诉我一声，到底是谁举报的我？楚同志，非常抱歉，关于举报者的信息，我们这边不能随意的泄露出去，还请你见谅。同志，我知道你们不能随便泄露举报者的信息，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这一次翻译的是国家的一些机密文件，不是普通的东西。既然这位举报者举报我私藏了外文书籍，我怀疑他翻阅了这本书，不然怎么知道这是外文书呢？万一他要是泄露了这上面的内容，到时候该怎么办？会不会对咱们国家的利益造成伤害？楚同志，这一次对你举报的人是军区部队医院的医生乔佳佳，我们这一次这是根据他的举报例行过来调查而已，并没有想查阅这些机密文件的本意，而且这文件上的内容我们也没有看清楚，看了多半也不会懂，肯定不会泄露出去的。楚离听到是乔佳佳举报的自己，并不觉得太意外。同志，我知道你们都是按照工作的章程来的，方才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肯定也没有看到这书上的内容，所以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这件事情回头我会报公安，让公安那边处置举报者乔佳佳，到时候还麻烦几位调查同志帮我说明一下情况。好，等叔叔同志过来，我们一定会如实的说明举报者的情况，到时候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楚离和这几个调查人员说完这件事情之后，便去拨打了一个电话。同志，是你报的公安吗？对，是我报的。楚离说着，将自己报公安的原因和鼠鼠同志说了。鼠鼠同志一听可能泄露国家机密文件，对于这件事情瞬间重视起来。楚同志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核实清楚，绝对不会造成恶劣的影响。鼠鼠同志，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们去处理了。对于这种随便举报我，可能造成咱们国家机密泄露的人员，一定不能随便的轻饶了去。鼠鼠同志了解完了情况之后，立马就去找了乔佳佳。鼠鼠同志，你们怎么还起我来了？不应该去抓那个楚离吗？他私藏外文书，谁知道是不是国外的特务？这算不是国外的特务，那也非常可疑。既然他藏了外文书，就必须把他带回去好好的调查一番。楚同志手里收藏外文书的原因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他是国家特聘的初级翻译人员，拿着这些外文书是需要帮忙翻译的。倒是乔同志你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这一次楚同志的那本外文书涉及一些国家机密，你既然举报了他，说明肯定是看过那本外文书的，所以乔同志麻烦你跟着我们走一趟吧。乔佳佳只觉得脑袋嗡嗡的。楚离是特聘的初级翻译人员，怎么可能呢？她一个资本家大小姐竟然还有工作。在乔佳佳看来，自己好歹也是军区医院的医生，怎么着也比楚离这个娇滴滴的资本家大小姐强。现在楚离竟然也有工作，乔佳佳的这点优越感就没了。鼠鼠同志，我都没有看那本书，我是冤枉的，我不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的呀。乔同志，到底有没有？我们会有一个正式的审问调查，不管怎么样，你得配合和我们走一趟。没办法，乔佳佳也只好配合着公安同志离开，去局子里接受调查。楚离回到了病房里，就看到霍一晨一脸沉思的躺在了病床上。霍一晨，你是被吓到了吗？现在已经没事了，我没进去，倒是举报我的人被公安同志带走了。媳妇儿，我是没想到乔佳佳竟然举报了你，她怎么能这样子啊？都没弄清楚情况就随随便便的举报人，她未免也太恶毒了。你才知道她的恶毒呢，她这样也不是一两次了。之前别的孩子吃了我做的肉包子肚子疼，她非和对方的家长说孩子是食物中毒，就是想看我惹上麻烦。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不能坏成这样，故意害你吧？你又没做过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对呀，我又没有得罪她，你说人家为什么就针对我，想把我往死里整呢？还不是因为你惹的烂桃花。这个乔医生一看就知道对你有意思，所以把我当情敌了呢。你说他恨不恨我？是不是想把我往死里整？霍一晨听到楚离的解释，原本还想辩解几句，可突然想到昨天乔佳佳来到他的病房里，对他的关心有些过了头。嗨，媳妇儿，我都不知道那个乔医生对我有意思，这可不是我主动跑出去招惹的烂桃花呀。人家看上我也不想的。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和他有什么牵扯。我不光是不会和乔医生有什么牵扯，和其他的女同志也肯定会保持好距离。媳妇儿，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你得相信我对你的真心。我相信你。中午，楚离从军区医院那边回去，正好遇到了江冬梅几个嫂子。楚离妹子，霍团长的情况怎么样了？人没什么事情吧？谢谢嫂子们的关心，他人没什么事情，手术很成功，现在恢复的挺好，只需要好好静养，别出什么意外就可以了。那就好，霍团长人没事就好。是啊，我就知道楚离妹子是个有福气的，霍团长也一定福大命大，不会有什么。
知道霍一晨没什么事情后，江冬梅几人还是给楚离塞了点东西，表示自己的一点点心意。楚离妹子，这些你就收下来吧，千万不要同我们客气。平日你也没少给我们送东西，你这次要是和我们见外，往后我们也不好意思拿你送的东西了。收了这几个嫂子准备的营养品之后，楚离便回去做午饭了。除了猪蹄汤之外，楚离又从空间里拿了1斤肉出来，做了一份锅包肉。霍一晨吃着这些饭菜，有一种被自家媳妇儿包养的感觉。要不是他媳妇儿厉害，他1个月的票证补贴还真吃不到这么好。接下来几天，医院这边的医生也对霍一晨的伤势恢复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霍一晨的伤势比普通人恢复的快了许多。医生，确定我爱人霍一晨能出院了吗？现在完全没什么问题了，我这边签个字，你们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好，谢谢医生。李李，要是今天给我办出院的话，你去和秦风那小子说一声，让他们带几个人过来帮我弄回去。好，等会儿我去通知他们，我去把出院的手续先办了。楚离说着，便去拿着医生开的出院单去办理出院手续了。一出来撞上了乔佳佳，乔佳佳看着楚离的眼神都恨不得将他给活剥了似的。你还这样瞪着我做什么？乔医生，看来你这一次的教训还不够呢。下次你要是还记吃不记打，动不动的在背后举报我，你可就不会像这次一样手下留情了。乔佳佳心里恨不得对楚离大卸8块，偏偏他现在又没能力伤害到楚离。有小战士照看着霍一晨，楚离便去了一趟市里，他还顺道给父母寄了一些物资。寄完了东西，他便去了新华书店。楚同志，上次你带回去的文件已经翻译完了。对，翻译完了。黄主任看着楚离拿出来的这一份注意事项，有些不解地看着楚离。楚同志，这是？黄主任，我这列出来的注意事项，是我对咱们 A 市机械厂的提醒。他们的这一份采购合同当中，对方设定的陷阱比较多，最好将我列出来的地方注意一下，不然很容易踩到坑里去。虽说楚离的工作只是帮着翻译一下，但是他觉得在明知道合同有陷阱的情况下，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华国的企业去注意，一旦被坑了，那浪费的可就是国有资产。这丫头不光是会翻译，竟然还能帮人排查规避合同上的风险。要是所有的翻译人员都有她这样的水平就好了。接着黄主任拿出来了上次楚离交上来稿件的翻译稿费。楚同志，这是你上次的稿费，你人来了正好给你，省得去邮局汇给你了。从邮局这边离开，这啥情况啊？人呢？人咋不见了？是啊，人呢？我明明看着他进来的。真是见鬼了，那女人明明转进来的，咋人能凭空消失不见了？就在这些人议论的时候，楚离站在他们的背后。你们是在找我吗？此时这几人意识到了自己暴露了，打算直接对楚离动手了。既然都来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楚离3下5除2的将这几个小喽啰给干趴下。哎呦喂，姑奶奶别打了，别打了！姑奶奶饶命！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姑奶奶。姑奶奶饶我们吧，求你了！饶了你们？你们想对姑奶奶动手，怎么能轻易的饶了你们？姑奶奶，不是我们想对你动手，我们也是受人指使的。早知道得罪的人是您这样厉害的人物，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既然你们说你们是受人指使的，那你们就好好的给我说说，要是不说出来一个所以然，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这几个小混混当即将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原来是有人给了他们楚离的画像，让他们想法子先把他迷晕，再把他给强了，然后半夜送回来，扒光了衣服直接丢进区门，事成之后便会给他们300块的报酬。宁愿花300块钱也要整死我的人，那就是乔佳佳，而且乔佳佳是军区医院的医生，很容易弄到迷药。楚离知道没有直接证据，让公安去审判估计有些难，这条路走不通，他便只能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几个小混混瞬间就明白了楚离的意思。明白了，姑奶奶，我们肯定会帮你报仇的。楚离可不信任这几个小混混的话，直接给他们一人塞了一颗药丸。姑奶奶，你给我们吃了什么？也没什么，就是穿肠烂肚的毒药。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只要做到答应我的事情，回头我会给你们解药。可是你们若是阳奉阴违，那就只能等死了。姑奶奶你放心，事情我们肯定会给你办好的，绝对不会阳奉阴违。行，等你们事成之后自取解药。等楚离回去后，发现院子明显被清扫过，地上干干净净的，连一片落叶都没有。这些小战士们可真勤快。嫂子，你回来了。回来了，辛苦你帮着照看你们霍团长，还帮忙干了这么多活儿。嫂子您客气了，都是小事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帮着干点活儿。好，我那现在去做饭，你等会儿。嫂子不着急。见中午能在这边蹭上饭，小战士还是很激动的。整个军区都知道嫂子的厨艺好，今天可算是轮到我来享口福了。楚离从空间里拿出来了2斤羊排、1吊五花肉、1条大黑鱼，还有一个大西瓜。小战士看着一桌子的菜，觉得比他过年的时候吃的还丰盛。我去给你们团长送点吃的，你自己坐下来随便吃。中午我特意多做了几个菜，你要是不多吃点，估计我和你霍团长2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只能浪费了。嫂子我不和你客气。第2天，楚离又去找了2个小战士，让他们帮忙抬着霍一晨送去军区医院。检查完，这位外科专家再次被霍一晨的恢复速度震惊到了。霍一晨的恢复速度比常人至少快的2-3倍。霍团长的体质异于常人，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借用液管消
下场活动完全没问题。如果我的预判没错的话，霍团长再过1个月就可以恢复训练了。好，谢谢医生。不客气。想着霍逸晨能用上夜拐了，楚离去买这套工具时，正好又撞上了乔佳佳。楚离见乔佳佳盯着自己，看什么看？乔医生，看来上次你的教训你还没长记性是吧？楚离，你别猖狂，你这样的人肯定没好下场的。到底谁没好下场还说不定呢。人在做天在看，谁有坏心思，谁才会遭天谴。乔佳佳知道自己说不过楚离，于是便没有继续和楚离争执。反正这女人已经被我安排的人盯上了，迟早会让她名声尽毁。等到那时候，我看楚离还有脸蹦跶不？霍逸晨还会要她不？吃过午饭后，楚离便去找了江冬梅。楚离妹子，是有什么事情吗？嫂子，你认不认识手艺好的木匠？我想给我男人定制一个便桶。认识。楚离妹子，我领你过去，就在咱们军区的隔壁向往大队，那儿有一个手艺不错的木匠，走路过去也就半个小时而已。平时我们想要买些鸡蛋粮食，都喜欢过去那边，因为不要票，只给钱就行了。正好我陪你的过去一趟，我也买点鸡蛋大米回来，家里的好东西都快见底了。那好，谢谢嫂子了。楚离妹子，我去问一问大妮他们要不要一起买点东西，如果他们也要买的话，咱们一道过去。行。于是几人一道结伴去了向阳生产的木匠家。几位是来打家具的吗？大爷，我想定制一个便桶。你要啥样的？老木匠听完了楚离说明的情况后，心里当即有了主意。行，我知道了，这东西做得快，今天就能做好，明天正好我有一批家具要送去部队，顺道给你捎带过去。从老木匠这边定制完了尿桶，楚离几人准备去向阳生产大队买点细粮，结果路过一处小河时，看到一个女人往河中心去。不好了，这人估计想投河自尽了。哎呦喂，这可咋办啊？我不会游泳，也没法子下河救人啊。是啊，我也不会，咱们赶紧喊人来救一救吧。不用喊人了，我会游泳，下河救人。楚离飞快地将一个落水的女人拖上岸。同志，你有啥想不开去投河啊？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和我们说一说。你们别救我，我不想活了，我活着也没意义，让我死了算了。楚离对着这女人的脸一个大逼斗抽过去，原本还哭哭啼啼寻死的女人，这会儿突然止住了哭声，冷静下来了。既然冷静下来了，你就好好的说一说为什么寻死，你给我们说完了原因，到时候你要不要继续寻死，我们也不会再管了。冷静下来，女人委屈巴巴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她叫张凤，自小就被家里人送来婆家当童养媳，她和自己男人连生了4个女娃，没能给婆家传宗接代后，日子便过得一天比一天惨。这一次婆家更是过分，她还没出月子就撵着她出来干农活了。她的身体虚得受不住，晕倒在地里后被人送回来，结果在家没躺2个小时，婆婆就对她破口大骂。男人回来后更是直接打了她一顿。张凤觉得日子没盼头了，这才想着寻死。张同志，那你没有找你们大队还有本地妇联的帮助吗？这事儿这么恶劣，他们不管管？婆婆骂儿媳妇，男人打女人，在农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谁去管别人家的私事？你找了他们，他们顶多嘴上调和一下，又不会让你们离婚。等他们走后，我会遭到更多的谩骂和毒打。既然是私事，别人不管，那你怎么对待你婆婆和你男人也不会有人管了吧？他们打你骂你，你不知道打回去吗？死都不怕，你还能怕他们？张凤听到楚离的话，眼底有了一丝情绪波动。可是我打不过他们，打不过你就拿刀，竖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你拼了命的和对方干，总归能把他们压制下去。你也说了，你婆家人重男轻女，等你死了后，你男人转头就能再娶一个，等候娘进门了，那几个闺女能有活路。都说为母则刚，你就不能为你几个闺女立起来？你死了倒是一了百了，让他们怎么？楚离的这一番话彻底的让张凤清醒过来。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也谢谢你和我说这些，我想明白了，往后我就和他们拼了命的干，不可能再让他们欺负了我，欺负了我闺女。这天，有人发现乔佳佳被扒光了衣服，直接扔在了军区门口。乔佳佳经历了噩梦的一夜，最后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肯定是楚离那个奸人害的我，那几个小混混倒戈，绝对是受了楚离的指示。他当即报了公安，指认了伤害自己的几个小混混以及他们背后的指使者楚离。可惜让乔佳佳没想到的是，这几个小混混都是人精，他们并没有自己参与对付乔佳佳，而是喊了其他的混混朋友去干的。几个小混混做了不在场的证明，乔佳佳对他们的举报自然不成。这一次的事情发生之后，乔佳佳彻底的在军区医院待不下去了，没几天他便离开了军区医院。这天，张凤特意来海岛兵团找到楚离，不光送了感谢的锦旗，还送了些细粮和老母鸡来。张同志，看来你制住他们了。楚同志，听你的没错，他们可都怕死的很，见我真拿刀和他们硬拼，都不敢再招惹我了。我之前咋就不知道和他们直接干，被他们欺负了这么多年，现在不光是我婆家人觉得我疯了，不敢招惹我，整个大队的人也觉得我疯了，没人敢惹我。活了20几年，我终于过上了清静舒心的日子了。楚同志，你不光是救了我的命，还给我了新生。
真的很感谢你点醒我。张凤说着，将自己带来的东西塞给了楚离。这些是我的一点心意，楚同志你可一定得收下。张同志，我家不缺这些吃的，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东西我真的不要，这些你拿回去，给你自己和孩子们好好的补一补身体，你把身体养好了，才能更好的和你婆家人干仗。张凤走的时候，楚离给了他了一罐奶粉，让他给奶娃娃喝。转眼霍一晨已经恢复好了，楚离不需要再照顾他，所以能匀出来时间。这次可以帮着改进一下部队的汽车发动机，正好找谢师长问一问殷伯伯的情况。原主的父母都十分的担心殷伯伯。楚同志，你来的正好，你要是不过来的话，我正想着安排人去喊你呢。谢师长，您找我有啥事儿？谢师长笑着拿出来了一份证书和一个奖章，上面觉得事情的意义重大，所以给你安排了奖励。这是你的证书和奖章，你小心的收好。这一次你立功表现比较特殊，不宜大肆宣传，所以只记录在你的个人档案里。谢谢谢师长。楚同志，你客气了，这是你该得的功劳，和我可没有多大的关系。要说感谢的话，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这一次你发现的事情影响重大，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可能我这个师长还需要被追责。也正因为如此，谢师长很感激楚离，对待这丫头的态度才会同对待别人不一样。楚同志，这一次你立的功劳不小，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奖励？上面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励，所以问问你自己的意思，然后再去安排。谢师长，是不是只要不过分，不难办到的事情都能尽量的满足我？对，只要不过分，上面肯定会尽量的满足你的要求。谢师长，我的要求不难达到，你这边点头同意就行了。我能同意就行。对，谢师长，我的要求也不过分，就是你帮忙给我家霍一晨安排1个月的探亲假。我和他结婚后还没去过他家呢，我想去一趟他家，见见他家里人。这丫头明明可以提别的要求的，结果提了这种简单的要求，这不是白白的浪费了一个奖励的机会。谢师长觉得楚离这人太过于实诚了，不想让这丫头吃亏，当即便提醒了楚离可以再提别的要求。谢师长，没有了，暂时我想不到什么想要的奖励，就先这样吧。见楚离没有再提要求，谢师长看着这丫头的眼神中充满了敬佩。小丫头什么奖励都不要，思想觉悟真高，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等谢师长说完这事，便轮到楚离说事了。谢师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有事找您商量的。楚同志，你想和我商量啥事儿？谢师长，我这边能帮着改进一下咱们部队汽车的发动机，速度至少能高20-30码，动力至少能提高40%。谢师长听到这儿，当即就激动起来。如果楚离能改动发动机，将车速和动力都提高这么多，对于我们海岛兵团在执行一些任务时，就能提供很大的便利了。不过谢师长，我帮着改进咱们部队汽车发动机，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楚同志，你有什么条件？谢师长，我的要求您应该不难办，就是想找您打听一下霍一晨的老领导。谢师长犹豫纠结了一下，这些资料信息都是不能随便的往外泄露的，但楚离这丫头给出来的条件实在太诱人，让谢师长压根就舍不得拒绝。行，楚同志，你帮忙给咱们部队改进发动机，我可以把殷伟民同志的档案调出来，告知你他的去向。谢师长说完，又补了一句：楚同志，如果按照规章的话，这些档案信息我们海岛兵团是不能随便透露出去的。回头我告诉你了，这件事你得保密。好，谢师长，这件事除了我和你，还有我爱人霍一晨，绝对不会让第3个人知晓，更不会让人知道我们是从你这边得知的信息。楚离哼着小曲从谢师长这边回来，但是路过江冬梅家的时候，却见到江冬梅唉声叹气的。江嫂子，你这是怎么了？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你和我说说，要是我能帮到忙的地方，指不定还能帮你解决一下。楚离妹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帮不上我的，是我家里的一点事。江冬梅怕楚离还担心自己，便又继续解释道：我婆婆拍电报过来，说是想来我这边住一段时间。我那个婆婆本就比较难缠，结果她说还带着小叔子家的儿子一道过来，那孩子很皮实，我家虎子和石头之前回婆家时就经常挨她欺负，这要是住在一起了还得了。嫂子，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拒绝让对方过来呢？我哪里有拒绝的机会，人家是直接通知我的，不是和我商量的。而且这种事情如果我拒绝的话，依着我那婆婆的性格，不得冲来咱们部队闹腾，骂我男人不孝顺。我不想因为家里的这点事儿让男人没脸，更不想因为这么点事儿影响到我男人的晋升。听到江冬梅的解释，楚离觉得这确实无解了。楚离妹子，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等老太太住一段时间回去了也就行了。不管怎么样，反正她在我家也住不了太久的，一年到头在一起待的时间又不长，忍一忍就过去了。江嫂子，那只能这样了。等回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再和我知会一声。好。霍一晨训练回来，楚离便关心起他今天的训练情况。霍一晨，第1天恢复训练的感觉怎么样？身体还能承受得住吗？媳妇儿，我没事儿，训练的挺好的，
这段时间你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的体质比之前增强了许多。这么长时间没训练，现在恢复训练，不仅状态没有变差，反倒是比之前更好了。训练了一天还不觉得累，晚上还有力气折腾折腾。霍逸晨，你之前还挺正经的，现在怎么越来越爱耍流氓了？你是我媳妇儿，我是你男人，对你耍流氓不是很正常的吗？那也不行，你脑子里现在净想着那点事儿，色死了。媳妇儿，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娶了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脑子里能不惦记着那件事吗？楚离觉得还是得把话锋拉回来，便冲霍逸晨道：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谢师长做了交易，回头他会告诉咱们关于殷伯伯的档案情况。媳妇儿，那太好了。高兴之余，霍逸晨又询问了一下楚离和谢师长做了什么交易，竟然能让谢师长透露档案信息。也没什么，就是答应帮忙改进一下咱们部队的汽车发动机。咱们部队的这些汽车发动机速度慢，动力差，我给改一改，到时候速度和动力都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霍逸晨看着楚离，只觉得此时自家媳妇儿闪闪发光，她年纪不大，能力却这么强。霍逸晨，你老是看着我做什么呀？我和你说正经事呢。媳妇儿，我现在没有不正经呀，我就是觉得我媳妇儿厉害，好像什么都会。昨晚楚离被霍逸晨折腾的睡得太晚了，第二天楚离一看睡过头了，赶紧爬起来，连早饭都顾不上吃，赶紧去了停车场。谢师长，实在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熬得有些晚，一不小心睡过了。理解理解，年轻人嘛，晚上爱折腾一些也很正常。他不想让谢师长理解啊，怪尴尬的。楚同志，这些你让我准备的东西，我都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缺的要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和我说一声，我再去给你安排。谢师长，暂时就这些便可以了，等回头有需要的话，我肯定会通知您的。好，楚同志，那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可以。楚离开始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经过5个小时的忙活后，改进工作终于完成了。成了。楚同志，现在是不是可以试一试效果了？对，谢师长您安排一下，让人试一试改造后的效果吧。好。楚离帮忙改进了发动机后，车速最终能飙升到80-90码。看到测试后的速度，谢师长瞬间激动起来。这速度也太快了，改造后的发动机效果确实好，这个丫头真有2把刷子。谢师长激动地走到了楚离跟前，冲他道：楚同志，你这次改造发动机的效果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真的太厉害了。谢师长，条件有限，这效果其实没达到我预期，不过您能满意就行了。这话要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谢师长可能会觉得对方是在吹牛逼，但是这话是从楚离嘴里说出来的，他便知道这丫头不是在夸大其词。看到这丫头的脸上都是皮色，他可舍不得让楚离再继续辛苦忙活。楚同志，你这都忙了一天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你回去好好休息，明再继续。好，谢师长，那我就先回去了。100来辆汽车，经过1个月的时间都改动好了，楚离便去找了谢师长。楚同志，辛苦你了。谢师长，之前您答应的事情，您应该还记得吧？拿到了地址后，楚离从空间拿出奶粉、麦乳精，还有大白兔奶糖、罐头等，准备邮寄给殷伟民。海市这边的海鲜干货不错，邮寄起来也方便，同样可以给殷伯伯准备点。楚离对海岛这边的情况不熟悉，不知道去哪个小渔村买，索性就去问了江冬梅。楚离妹子，我现在反正也没事，可以领着你过去一趟，正好我也想买点儿，给我娘家寄点儿过去。行，嫂子，那咱们一道过去。见楚离要开车，江冬梅却阻止了。楚离妹子，咱们去人家村子里买海鲜干货儿，尽量的低调点，你开车过去有些招眼，如果被人发现了举报了，还是挺麻烦的。听了江冬梅的解释后，楚离想着确实得规避一些风险，于是3人一道去了卖海鲜干货的小渔村。楚离买了5斤干大虾、5斤小鱼干、4斤干鲍鱼，还有1包干海参、2包虾皮。买完了这些海鲜干货，楚离3人往海岛兵团的方向过去。只是没想到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人在背地里盯上了。霍逸晨一进院子里，便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味。媳妇儿，你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好香！我今天出门了一趟，买了不少的海鲜干货回来，到时候给殷伯伯邮过去。因为买的多，我还煮了点海鲜粥，给你尝尝。听到楚离的话，霍逸晨的心头涌出来了一道暖流。霍逸晨，怎么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没什么，媳妇儿，我就是觉得你真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儿。霍逸晨，你倒是学会油嘴滑舌了，以前没见你这样。媳妇儿，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慨，可不是油嘴滑舌。行，我相信你了，就是赶紧吃饭吧，尝尝我熬的海鲜粥的味道怎么样？好。第二天一早，蜀蜀同志就上门了。楚离没想到自己买点干海鲜，竟然被人举报了。楚同志，现在我们从你家查出来了干海鲜，请你跟着我们一道去局子里继续配合调查吧。与此同时，一同被带走调查的还有江冬梅、郑雅琴。霍逸晨知道这次媳妇儿被举报投机倒把的罪名不小，一旦查明情况属实后，不是他能救得了的，他救不了，那也只能去找谢师长帮忙了。
虽然谢师长是部队的领导，但是这边的公安领导并没有看在谢师长的面子上，将楚离几人放了。谢师长没想到对方会拒绝，晚上江冬梅和郑雅琴更愁着了。这次要是真的出不去，接受惩罚咋办？楚离妹子，你咋一点都不着急，不害怕？担心是没有用的，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咱们的男人还在外面呢，肯定会帮着咱们想办法的。江冬梅和郑雅琴听到楚离的安慰后，心中的焦躁感虽然缓解了一些，但依旧很着急。也不知道哪个缺德冒烟的玩意，竟然在背后举报咱们，最好别让我知道是谁。我若是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如果霍逸晨在外面没办法帮着解决这件事的话，我就去交一份研究设计稿上去，帮着国家卖力，多整几项有意义价值的成果出来。相信上面的人在看到我的那些研究设计稿后，会想法子把我弄出去的。天一亮，霍团长，你先别着急，上面还没给我回复呢，你来找我也没用。谢师长这边等了2个小时，终于收到了上面的电话回复。很快，楚离几人被释放了，并且安排了车子送他们回军区部队。坐在回部队的车上，郑雅琴和江冬梅都有些恍惚。我们竟然这么顺利的被放出来了吗？明明都被定性成了投机倒把，最后竟然还翻盘了。郑雅琴拍了一下自己的脸，等到脸上传来了清晰的痛感，才知道不是在做梦。江嫂子，楚离妹子，咱们是不是真的没事了啊？我咋觉得和做梦一样？咱们犯了这么大的事情，真的轻松解决了吗？应该是吧。真解决了，现在没事了。方才鼠同志都亲口说了，咱们的举报调查没问题，送咱们回部队。咱们一个人听错了就算了，总不能3个人都听错吧？郑雅琴想想，确实是这个道理。3人坐车很快到了部队家属院门口。李李，你咋样？受伤了没？我没事儿，霍逸晨，我只是被带走接受调查了，又没有受到刑讯逼供，咋可能会受伤呢？听到楚离这么说，霍逸晨便放心了。随后霍逸晨将情况和楚离说明了，听到是谢师长的帮忙，楚离便能理解了。这么说来，咱们回头得好好的感谢一下谢师长。很快，楚离便到了谢师长的办公室，见楚离感谢自己，谢师长当即道：楚同志，这一次你能顺利处理，是高层的人帮忙了，他们帮你解决摆平这件事是有要求的。楚离接过文件，发现上面是对声纳技术的研究计划。谢师长，如果没猜错的话，上面的领导应该是想让我加入这一项研究吧？对，楚同志，你猜的没错，上面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这一项研究当中。谢师长，我答应加入这一项研究。2天后，楚离则是去了科研所。他带着项目组研究了1个月后，取得了不小的突破，但是很快他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科研经费不足。楚同志，科研经费的问题，我已经向上面申请了。之前上面也没想到咱们项目的研究进程这么快，所以经费消耗的也快。这事儿是我的考虑不周到，早知道应该早点提交申请的，现在也不至于耽误咱们的科研进度。关组长，反正快要过年了，既然科研经费没下来，咱们不能进行一些实验研究，要不正好趁着这段时间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都能好好的过个年。等年后经费到了，咱们再继续投入项目的研究。关如风听到楚离的提议，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楚同志，你的这个提议很不错，那就按照你说的，咱们项目组可以休假休息一段时间，估计经费至少得等到年后才能到。那等经费到了，咱们再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在家属院待了一段时间后，楚离便接到了关如风的通知，说他们的科研经费到了，让楚离回研究所继续参与研究。经过他们的努力，短短的1年时间，他们便成功的掌握了声纳技术。他们整个研究团队都受到了上面的表扬，而整个研究团队中贡献最多的自然是楚离。上面询问楚离需要什么奖励，楚离见这次接触的是大佬级别的领导，便知道现在可以提出将父母从海岛农场弄出来了。2天后，楚离便同霍逸晨一起开车去了海岛农场。楚先旭和安音得知这次他们离开海岛农场是因为闺女立了一个大功劳，他们都在为拥有这样优秀的一个闺女感到高兴。楚先旭和安音暂时不回京市，他们考虑的主要是闺女和女婿都结婚了这么久了，差不多该要孩子了。1个月后，楚离怀孕了，她每天都会喝一些空间灵泉水，喝了空间灵泉水后，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反应了。加上还有楚先旭和安音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楚离有时间的情况下，照旧去海岛研究所参与研究。为了帮着国家挣钱，楚离设计出来了不少实用、带着先进技术的商品，卖给了外国人。靠着楚离设计出来的这些商品，华国的外汇数额连着翻了上百倍。作为最大功臣的楚离，自然是连连获得上面的嘉奖，立下来了不少的功劳。而楚离立下来的这些功劳，都是保护他自己还有父母的资本。在经过10个月的辛苦怀胎之后，楚离和霍逸晨的第1个孩子出生了。护士，我媳妇的情况咋样了？还好不？小护士在妇产科工作，见过太多女人生孩子时，家属关心的都是孩子问题，难得遇到一个只关心产妇，不关心孩子的家庭。母子平安，都挺好的，你们不用担心，产妇生产得很顺利，没怎么遭罪。好，那就好。你们家属继续在外面等候半个小时，
产妇和孩子还需要观察，等观察没事了再送去病房。3年后，因为楚离做出来的成绩斐然，霍逸晨成了京市军区的旅长，楚离则是直接调动到了科研所，成了京市这边科研所的所长。这天，楚离突然觉得胸口一阵恶心，有一种想吐的感觉。3岁的儿子团团一脸关心地冲楚离道：“妈妈，你这是怎么了？哪不舒服吗？”应该没事，可能是这几天天气冷，着凉了。丽丽，你该不会是又怀孕了吧？你上次的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听到安音的询问，楚离这才想到自己的月经好像是延迟了快半个月了。难道真是怀孕了？在楚离10月怀胎后，终于生下来了一个软软糯糯的闺女，凑了一个好字。